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来，我们来选到第一张牌的第一题哈。来，第一题。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谁的心内心正悄悄的为了跟你告白这份告白正在酝酿中了。然后我们有金币9跟圣杯7的逆位我们直接先从金币9开始金币9，我觉得他讲的是说他在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一个宇宙了心境里面已经为你预留了某一些位置毕竟金币9的土能量还是有带来非常高度的稳定跟自我满足他自己已经非常有自信了，所以金币9指向了一种很成熟、很稳定然后知道怎么付出跟获得爱、照顾爱，知道怎么取舍的那一份爱意，已经在他心里我觉得非常完善了啦。所以这个人应该不会像是在大街上面突然高调的宣布对你告白啊、表达心意这种类型的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在修筑一个漂亮的花园慢慢的耕种啊很有耐心的等待开花的那一种园丁的气质啦。因为它的气质带来了这种金币9的土元素的一种底色我觉得它的本质上面很实在、很耐心，然后非常重视细节，也很讲究那个品质。那他在外面的表面上面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其实过得蛮好的他不缺任何人来帮忙，他这样子制造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给大家，所以大家都觉得说他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在爱情的感觉上，他也是可以照顾别人的啦。那他在外在上面的话，可能他的穿着可能是非常干净利落的，然后品味上面的话，应该也算是比较简约然后对于生活用品一些东西的质感应该都有自己的坚持啦，他有一些他自己的习惯的品味，所以私底下我觉得他应该在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认识你的过程里面会常常把你纳入在可能在未来可以一起生活的人。他甚至有把你纳入在未来的方向。如果你进入他的生活里面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改变？他要把你归类在自己的计划里面了。所以他会观察你，看你会喜欢什么东西可能喜欢的一些器物啊、杯子啊、用品啦然后也会去发掘你可能比较喜欢的某些咖啡店啊、餐厅然后会听你说话的节奏，去观察一下你到底喜欢哪些细节，他心里会默默的记下。所以以后你真的跟他更接近、更加相处的时候，他会尽量把你带到类似的场合。类似的氛围，或是同一个地方，他知道你哪些选项你会接受，你也会自然的就喜欢的。所以呢，金币9所带来的这个告白啦，它绝对不是冲动的，而是一种我觉得是很踏实又很绵密的一步一步的铺陈。他在意的是当他跟你表达他的心意的时候，能不能让你感觉到你会被照顾，你会被尊重，你会被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呢，他会先确定自己站得很稳，然后他会把自己的工作各方面生活、财务、时间、生活状况各方面，他都会先把自己都安顿好，甚至连自己的情绪各方面，他也会把它处理好，才会慢慢的靠近你。所以他其实在准备把自己的生活空间打理到有一个很安稳的位置，才要把你接住，或是把你迎接进来。然后，但是他在表面上，他表达的不会这么热烈，然后毕竟这是土能量，所以他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冷漠？其实不是，他其实是有一种想要扛住、接住你的生活的一部分的感觉，因为他内在的土能量相信说，感情绝对不是一头热的，而是需要长期维护下来的。所以你会看到他，很多在不经意的细节里面对你很在乎啦未来相处初步，就算还没有到告白前呢，他会记得你很多小细节，比如说饮料可能不要太甜，或是不加糖，或是他会发现说你这个人
很守时，不太喜欢临时改约，然后他甚至跟你相处之后，他还愿意配合你的睡觉时间，不会在任何你的生活习惯里面打扰你。然后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并不一定是话很多的，他会一直处在一种让任何事情都是刚刚好的位置。哦，那他会注意到你的一些需求啊，可能工作上的他能够帮忙的，他也会去做。那可能你在闲聊之中啊，你可能想要去学习什么东西啊，他甚至还会顺便就立刻直接查到一些资源来补充你的一些资讯，这样。然后他最敏感的是，你可能在心情有低潮的时候，他可能会做一些很轻柔的、很淡的关心，可是会完全不打扰你。他不希望你感觉到他的关心是沉重有压力的。那么金币九的在这里它有一些内在的灵魂的语境啊，是一种很稳定而且又可依赖的、可单独依赖他的所以他会制造出一种，如果你有任何事情的话，你可以找他，他会给你一些非常好的回应跟可靠的回应。所以呢，他在告白之前、表达心意之前的各种你们的回应里面，他不会去表达任何他很想你，他很需要你这些东西，他不会，他会反过来会在所有的你可能需要被照顾、你可能需要被照应的时候，然后在一些生活秩序比较混乱的时候，他会帮你调整，他会帮你做一些支持、情绪，就是给你很多的情感价值这类的所以你会发现，你不一定随时随地都觉得他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在你旁边影响你，可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他永远都让你找得到。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在4个元素里面再来看的话，因为它的这一个金币九的能量土元素非常重，能量已经很重了，所以它的那种耐心啊、务实啊，对于时间感啊，都是一种非常细腻的。未来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几个日常里面，他都安排得非常好。他就是因为希望说跟他一起走到爱情的那一个人会觉得很放心那这份放心里面，其实你也会悄悄的会感受到，这个人是不是有一天会跟我表白？这个人是不是会喜欢我？这样，但是他的表现又看起来没那么急，可是他对你又比一般人在更用心。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刻里面会在场，会出现。然后你也不会在朋友那边听到他跟别人很宣称说他有多喜欢你然后他总是用很多的行动为你预留了很多空间跟自由的感觉，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舒适所以你会发现说，慢慢的你对他的信赖感还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会发现这个人从来不会把你拉进去任何挑战冒险不舒服的环境里面，而是每次他出现的时候，他邀请你去什么时候，都是去吃饭去哪里逛的时候，都是一种充满温度跟有秩序，然后好像有安排的非常精准的一种活动邀请各方面你就觉得很安心即便是未来大家也是要去旅行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说是他提议的，你就会想要参加因为他的金币九的能量非常高，他一直在提醒你说他绝对不是一个总是跟你热络联络的人，可是他的每一个跟你的连结，你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高质感的、很强烈的辨识度很高的，然后甚至你在跟朋友的聊天之中，他们谈到了谁讲了什么，谁说了什么，谁做了什么，你脑袋就会直觉到说，是他，你能够想到是他。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在所有的人里面，他总是给你真正有用的支持，他不会只是敷衍，或是只是为了搭话乱讲的。所以呢，他很可能是你身边已经蛮靠近的人了，比如说同事或同学或是合作的伙伴或是朋友的朋友，不会在你最亲密的朋友里面，可他一定是朋友旁边的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他身上一直散发出某一种能量，很明确，就是他很会过生活，他对金钱或是时间是非常有秩序、有自律能力的。然后他还很会照顾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身体，甚至有很多规律的运动很多他有一种照表操课的感觉。然后你心里每次想到他的时候，对他都有一种很奇妙的敬意，觉得这个人总是有一种让人很尊敬的一种能量所以呢，他在金币九里面，他所散发出来的爱情的那种能量，是一种温和、温柔的、晴朗的天气的。好像可以自在的在一种温和的、凉风的、又有太阳的天气底下，也不会很热，躺在草原上面安心的躺在那边休息，也不怕任何的危险，不怕任何的打扰。这就是他金币九能量所要告诉我们的
然后呢，再来我们就是圣杯七的逆位圣杯七的逆位，我觉得比较像是说，他好像已经从某种过去的迷雾里面醒来，然后他在对于未来的观察里面、观望里面，他最终选择要把你定格在他的视野里面，因为这里逆位的水元素比较像是说，终于在把那个迷雾都已经变得比较清明散去了啦，它能够聚焦它未来的方向了。因为圣杯七在正位的时候，代表很多的憧憬啊、想象啊、不可触摸的，还有一些众多的多余的选择诱惑了。可是，在逆位的时候，表示这些诱惑成为一些迷雾被吹散了，留下的都是一些清晰的、具体的、聚焦的、可以决定的一些物件。所以在你的故事里面啦，这个人可能刚走过一段以为自己需要很多，但终究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一个历程。他给你的印象当这样，然后他这个人不会在社群网络上被恋爱的一些模式模板牵着走，然后他也不会在意别人怎么去衡量他对于爱情的价值。他不会花心，不会去选择，不会觉得爱情有多种可能，他每一个都要试看，他不会这样，他会在认真的在这个迷雾之中，在这个天空里面选择一个他最确定的那一颗星星，当做他最后的选项，然后把这个选项聚焦，然后把一切的能力都往那里去付出，他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他在这一个整个过程里面，你的出现就像是在这些多重选择里面的幻觉里面，终于选到了他觉得最真实的你啦，所以。逆位的水元素很像是那个海边的潮水退去，然后露出了那种坚实的海床的感觉。它终于厘清了在爱情里面呢，不是那种戏剧化的内在的心动跳动，那个才是真正的爱，而是也不是那种需要很轰动的、很激动人心的那种爱情的表白才值得被珍惜。他其实发现说。你在他内心其实留下了一些很生活的、很具体的一些画面，就搭配了前面的金币能量嘛，成为了他想要选择你的原因他很喜欢你一些很真实的跟其他人的互动啊，或是专心的看着手机、看着书本啊，想事情的一种表情还有他甚至我觉得你吸引他的是你对于别人表达善意跟热情的时候那个样子，甚至也有一些面对一些难题或是困扰的时候，你仍然有一些耐心的。一些神情其实他观察你都是一些生活的小事的片刻，让他意识到说，你这个人的灵魂是非常有温度的，很活灵活现的，很真实的啦。然后也因为圣杯七的逆位啊，所以他内在的杂讯已经没有这么多了，所以他才能够这么亲民的看到了你的内在的真实的存在，甚至有可能比你自己还发现的更多那后来。你再发现这一个人其实是后来，就是说，如果他未来真的跟你告白了，告白之后，你再回想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其实跟其他人的距离都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他不会跟其他人产生某种暧昧，或是也不会去只是为了去打发自己的时间跟朋友见面讲，他也不会对于各种。也蛮优秀的人，做一种很分心的试探，去探探说谁比较好，或是比谁可能比你好，比你差。他不会做这个，他非常专注的把心力都放在你身上，因为他想要专注的点是，他要如何让你感觉到他这个人是可以给予你安心跟尊重的。所以你会看到他的一种一致性。你后来再回想，所以发现说，这个人真的是。说过的什么事情他都一定做得到，约好他就会出现，然后要答应一件事情前，他一定会认真的评估一下自己做不做得到才会做答应，他不会随意的答应所以逆位的在圣杯七里面代表的是一种内心的亲民，而不是对事件的冷酷，而是一种拥有很高度的负责任的心所以我们在很直观的看圣杯七所带来的一些征兆的话这边大概可以提到一点点，大概是谁要跟你告白？这边大概就是他这个人可能在社交平台或任何跟你传讯息的时候他讯息从来都不会忽冷忽热的感觉，而是都会稳定的按照的时间秩序出现。他大概定时的会跟你聊一下，定时会跟你聊一下，定时会跟你聊一下，而且每一句都不会有把你丢在一边的感觉，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是他问你问题、关心你的时候，总是会问得很具体啦，可能会说你最近怎么样啊？这件事情怎么样啊？看你发的文，你心情如何啊？他会问得非常具体，因为他接下来要问什么，能不能帮上忙？他是真心的关心，而不是只是聊天的
他真心的关心，因为他想要知道实质上他能不能做些什么的关心。好，那他通常不太会发很多只是为了分享的没有意义的跟他无关的一些限动啦。好，他不太在乎自己表现出什么，他不太在乎去跟外在的社群上面的一些吵闹热闹做连接，他比较在乎是，他比较关心你的发文这样。他比较关心你需要什么，他比较关心他能够在你的表现上面，他能够配合出什么这样子，所以你不太会看到他一直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东西，然后他不是这个个性。那你会发现，你跟他的互动的时候，他总是会很认真的听完，而且想要听更多，听得更深一点。他会比起其他人更愿意去理解，跟问你说你内在的担忧跟顾虑是什么。他比较担心你的心理健康的方面。如果你一切都做得比较好，他还是或者表现得很乐观，他还是来问你说，他还会这种乐观里面反推说，可能你在隐藏一些心理的不安什么，他其实可以愿意听你说，他其实是这样子的，他所有的表达都是会很具体的，让你发现说他是有实质能力可以帮到你的，他不会。你会跟他在对话的时候不会觉得说他找你聊天是为了他自己啦，很简单的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在情感的节奏上面呢，我觉得圣杯七意味着，那一份对于爱情的憧憬跟幻想已经要走到完全实际的啦，所以他可能之前对自己的情绪不稳定的这一个部分已经解决了，他现在情绪都是非常安宁稳定的。那在生活上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会让他分心，他也不太会分心，他比较能够专注在这里哈。尤其他对于他已经看到你了，想要对你慢慢的靠近，最后要到表白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抓准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而一步一步的在慢慢靠近你，他也不急，主要是金币九的能量很重啦，所以我们这边说，与其他在酝酿一个告白，不如说他正在让内心去无存精，在去除一些不必要的思绪、困扰、情绪，然后他也在慢慢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建筑一个很干净的路径，他不会跟你说话，不会拐弯抹角的，他在建筑一条路，就是当他要跟你告白的时候，他已经建立了某种印象，或是他的形象，或是你对他的观感是很真实、很可靠，而且是可细水长流、有持续性下去的啦。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来探讨这两张牌的结合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人，然后内心也很亲民的人，他完全可以看到他的爱，或是你的爱，两个人的未来的方向性，还有可以真实的落地的位置，安全落地的位置哈。所以，我们把这两张牌金币九跟圣杯七一起读，逆位圣杯七一起读，它可能就是一个土水能量的调和，然后已经找到了一个适合扎根发芽的一个环境啦。然后又是稳定的，所以不会是水太多泛滥啊，或是土太多干燥。它是一个非常契合的、不错的这样。所以你后来要迎接到的他的这个告白啊，绝对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浪漫的爱情故事啦，而是那种可长久、可靠的一个人的出现。他会因应着金币九的这个方式，把生活打理得非常好，然后又会有金币七所带来的某种确定感，那某种决心，然后完全定在你身上，这样，所以他可能应该会有一些顺序，我觉得他会先有明确的行动，对你有明确的行动，才会慢慢的用语言去补足啦。你会发现到他对于你的表达一些小事情啊、细节啊各方面的已经慢慢的在你心里建立到说他是个完全可依赖的人，他并不用完全的语言去告诉你说他是想跟你告白，他不会往这个方向走。而且这个也很多余，因为他给予你的已经比这些言语在更多了。那再来是，如果他真的给你表白跟告白的话，你会发现这完全不是一个关系的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秩序的展开。因为你会融入到他给予你的完整的秩序里面，你会发现更理解说为什么他的那一份安全感的秩序感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它来自于他对于彼此的节奏感的尊重、时间的对齐，还有你的生活的理解。他绝对不会把他的世界完全套在你身上，而是尽可能的在他的能力之中配合你的世界，给予你最高的自由。然后又因为圣杯七的逆位，所以他知道说这份关系他也不希望是因为过度浪漫化而完全屈就于你，他知道要把它协调到两个人都能够自由活动的一种空间里面。他想要你是感觉到自己是可被照顾的，然后这个未来是也能够信任，也能够维持下去的，然后这个热度、这个热能是可以长久的，而不是只是一
股脑的一开始的这个澎湃而已哦。那他再来，他应该会慢慢的让你明白说，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价值被他这样对待的，然后你也会知道说他是有价值的，你可以做出一些回应。其实他金币九的能量啊，他一开始就会展现出自己的价值，而让你感受到信赖、信任他，然后会开始允许自己好好的被这一个人对待，甚至到最后感情比较好的时候，或是告白之后啊，你会发现说，你会更多的要求他对你更好，因为你发现这份信任感跟信赖感越来越深厚之后，反而你会去跟他要求，他也做得到，他只是不会一直刻意的、故意的给你太多，因为他知道说，如果不在你所需求内的事件给予你东西，任何事物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压力。这个就是他圣杯七逆位的时候，他内在清明的一个感觉。因为他除了清明之外，他还希望对于你的一种感受都是一些很清晰、很诚实的回应。他不玩试探的，他也不玩比较的，他只是把他真正的样子展现给你，然后告诉你他想要创造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他希望你能够信赖这个关系，然后认同这个关系，然后做出调整。他不是要你改变，而是他希望你知道他是真诚的，而你的真诚回应可以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其实大部分他还是希望说能够配合你，但他不会那么配合你，因为他知道有很多理性的位置，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向，两个人共同去思考，一定有更好的方向，这样子。所以他在告白之后，或是两个人交往，不一定要确定关系，到交往后，其实你们两个人会有蛮多的对谈的，然后你会发现他内在的那一种高度的诚意，你会非常愿意跟他对谈，你会发现他托出了非常多好的空间让你去发挥，比如说下个月要不要一起去哪里呀？然后他会让你去想想你想要去哪里，他会做配合，他不会对你的想法会在那边做武断或是做批评，他会说哦，你这样子思考，我们要去日本哪里呀？好比说要去英国哪里，他会告诉你说，那我们可以再延伸出更多的旅行方案，还有更多的地方。他不会把你的否定，他会再增加更多的方向，让你体会更多的丰富了。这是他的土能量的一个发挥。所以，无论告白前、告白后，你都会发现这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然后他的注意力都会一直在你身上，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少炫耀的人，他很少去展现自己的人，所以。可是你会觉得对他好像有很多的神秘感，其实不会。你慢慢的靠近他，认识他，发现这个人很心安，他所展现出来的都是他自己，他没有隐藏那些，他没有隐藏那些什么自己的东西，他只是觉得知道这些能拿出来都是他真正的自己，他真正的自己已经准备好，他就会把它拿出来，但他不会特别去告诉别人说他有多好，他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边两张牌，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感觉上就是像我们前面已经大概具体的讲到这个人的是一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没猜到是谁，或者你猜到是他的话，你都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下，就是记得对人的回应，你也都展现出更多的你的真诚，但是可以多加一个东西是清楚的表达你对于你任何想法的期待，然后他呢，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他会配合你，那他就会慢慢的浮出来。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可能对于任何人都更多出你对于未来的期待、任何计划的期待、下个月的期待、人生的期待，你想要什么这些，你会发现这一个人他会用他的土能量的，然后慢慢的去给予你更多的资讯，他就会慢慢的浮出来。这个是对于你还不知道是谁的人，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是谁的人的话，你会在这一个点上面发现，他比你想象中的更可靠，而且他对你的理解还更多。因为毕竟是金币能量，而且你会发现他对你的专注跟一致性很强，比你以为的更多。在今天看到这里的时候被破题之后，你才知道说原来是他，然后你内在会慢慢的发现说，哦，原来是他，我想要更认识他，我想知道他更多。那如果你不知道是谁的话，你大概从这些迹象出来，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是他，那我想要再挖掘更多。然后，但记得不要把它说破，就好好的感受一下。然后，可是，在我们个人的自己的话，就是多展现出自己的期待啦。你跟他可以走完全反方向，他不介意，那是因为他自己是不太去炫耀或展现自己的各种方面。可是他很喜欢看你去展现跟表达出各种的期待，所以你任何的发文啊或者限动，你都可以发多一点啊，他很喜欢看的哈。那
我觉得这个这里的第一题的小结论就是说，这个悄悄的在酝酿跟你告白的人啊，其实他已经把你放进了他的生活里面的秩序里面了，他已经在他的生活或是以前的感情里面的各种杂讯里面，他都已经丢掉了，他已经抽出了整理出一个干净的位置把你放进来了哈。其实他不是要把你捧到天空捧到云端，而是他希望说你跟他如果往未来走去的话，一定可以走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他已经看清楚了，而且他最着重的核心是两个人能够稳定的珍惜彼此的一个方式。所以宇宙这边所带来的这份爱情呢，它其实没有要高调的，它其实希望说他的出现或他的告白的时候是正确的抵达了那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间点跟位置，他就会用一种很亲民的很舒适的方式跟你表达他的心意。但是从前面看得出来会露出一点是，他有可能在表白之前你已经猜到是谁了。因为他所带来的稳定秩序自律的感觉都超乎你身边的其他人，你会发现来，再来我们看到第二题第二题我这边先设定好的题目是这个告白的能量了它会怎么样的靠近，然后让你感觉到。其实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分类说你猜到是谁或是没猜到了，可是我大多会把它倾向于说我完全不知道谁要告白啦，所以这边的能量呢可能会变成是一种象征跟暗示然后我们抽出来的是金币5跟宝剑9。其实我蛮意外出现这2张牌的，它跟我们前面第一题所抽到的那个能量的顺遂感跟柔和感完全不同，所以更让我好奇一下这边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先从金币5来探讨啦。所以金币5本身是一种匮乏跟孤单表示可能在某种低谷负能量产生的时候，是一份爱意正在靠近的一个暗示。为什么？因为它第一要往上走了。所以在金币5的画面里原本塔罗牌里面的韦特塔罗牌里面的时候，它是2个人走在雪地里嘛，然后背后有一盏灯，还有一个窗花窗。可是这张牌却象征了一种什么？处在一种匮乏的情境里的人心态内在，物质也算，但是是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感受到人心的更加的匮乏，被击败了这样。所以他可能在这边暗示的是情感上面的一个空洞还有生活上面的一些不安定跟内在价值的一个失落。可是我觉得搭配第一题来说的，我觉得是内在价值的失落跟情感的空洞那他今天落在了这一个题目告白里面的能量的脉络里面，它意味着他其实因为你的出现，让他在自己孤单的困境里意识到你那边有带来他所需要的温暖的灯火跟光。所以他这份慢慢的靠近呢，并非是他已经准备好了，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才开始靠近你，而是搭配到第一题的话，他其实是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是他很需要一份真实的连结，在他心里萌芽的时候，然后慢慢的靠近你，走到最终的位置是要跟你告白。所以他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把自己安顿得很好，准备得很好。所以金币5必须要让人承认说，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个人的生活里面是有很多的冰冷跟孤独的感觉啦。也许在生活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力不从心，或是朋友圈里面慢慢的让自我消失，或是没有人理解到自己，这些很多。然后或是以前的感情让他心里留了一些伤疤、缺口，或是一些破碎，让他有一些勇气失去。然后他有发现你的出现的时候，发现他这些落寞落寂的时刻如果他进入到你的世界的时候，应该或是他很确定不会被你批判，而且还会被你的温柔所照耀。这是他在旁边慢慢观察你之后，发现你给他的一种很确实的感觉。因为毕竟是土能量嘛，他一定会确定了这些真实的感觉。所以土能量在这里呢，带来的那一种真实感的讯号一样再次证明他的告白不会是一时的浪漫的冲动的，而是他在你身上有明确的发现，他可以回到现实世界，再站稳某种脚步，而创造更好的安全感。相较于之前，他能够带来更好的安全世界，这样。所以雪里的那一个灯火，就是他看到你的样子。他慢慢靠近你的时候，顺便才看到自己的脆弱，然后他也发现这一份脆弱是他真实的看到自己的那一面，所以他也知道说，原来他面对自己的脆弱的时候，他也能够找到自己的真诚啦。因此你的出现对他来讲，在他的心底可能
是一种很耀眼的光芒哈，不，你很难确定你做什么，可是对他来说，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全新的安心。就在他非常失落要往上爬的时候呢，你一定有某些特质吸引到他了。所以金币五这边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他的这份能量的靠近哈，一开始是以一种求助、需要帮忙的形式出现，可是他慢慢的会发现，他跟你的更多的连结的时候，他更想要回应你、回馈于你、为你付出，因为你对他的一种帮助已经在初期的时候已经产生了能量了，所以，他会反过来，好。因为他其实，在网络上或是很多时候跟你相处，他发现你很多的作为或是想法，对他来讲都已经带来很多温暖的、温柔的影响了。所以他慢慢的让他自己变得更坚强、变富足的时候，他发现他只要单纯的在你身边，你需要的时候陪伴你，或是支持你各方面的，好像他能力比较强。其实在他心里他不这么想，他。有的时候会有角色互换，他知道你一开始的时候默默的有影响到、帮助到他，所以他希望反过来对你做一些回馈，这样，所以他这份靠近已经慢慢的转换成他喜欢你，想要对你告白，这个他也是不知不觉的变成这样子，然后他也在慢慢靠近的过程里面，知道自己的很多的不完美，所以他在自己很多的修正、不断的补足，然后他希望在告白前的时候，要把自己交到你面前的时候，或者想要接住你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这些事情了，所以。他心底其实他不怕你看见他的全部，而是他希望你看到他的时候是已经完善的、准备好的、最真诚的他的自己。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金币9的那个能量，他希望你会感受到他的靠近是一种经历过很多不好的事情，而慢慢恢复成一种最好的正念能量的一个人的靠近，不要带来有压力。所以因此金币5原本是一种负能量的感觉，可是他揭示的是他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看见你，在他需要路口方向感的时候，他确认你给予他的指引。虽然你没有对他做出什么，可是这就代表说，我们人要一直保持最真实的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你正在影响谁，然后谁是你未来要回过头去依赖的人。所以这份靠近呢，其实默默的、暗暗的，不是很华丽的，但是是非常真实的一份靠近。所以爱情的能量在金币5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爱的能量并不是从互相满足开始，有的时候也是从某种匮乏里面、黑暗里面伸出一只手，而抓到了这份幸福啦。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宝剑9，这也是另外一个跟金币5有点对等的牌。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这里要给这张牌。宝剑9我们再看的话，它原本就是一种深夜里面的思绪的高度的不安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然后，但是这一份额外的思绪上的低能量也在把它推进你。为什么？因为它逐渐从焦虑里面变得清醒，所以宝剑9的意象呢，其实是在讲说一个人可能在夜晚里面独自的充满焦虑、自责，还有想太多，想得很复杂，overthinking 很难找到答案这样子。可是我们回到了告白的能量的脉络里面其实它告诉我们，因为这些不安，才让他更快的被推动。推动什么？推动他心里对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他需要急速的整理出来，尤其在黑夜夜晚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内在的心意，对自己是最诚实的。白天的时候，可能他要去接触非常多的人嘛，所以他必须要维持一种新的形象的表象来保护自己啦。然后甚至要扮演着一个我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我的各种方面都是好的这样。可是，在夜里，他就必须独处的面对自己的时候，他其实无法否认他内在的很多的思绪都已经被你影响了。他要赶快整理出他对你的喜欢，或是他慢慢的靠近你的时候，他不能再有这些以前过往的一些担忧，或是自己的不自信，或是不安，或是各种的匮乏，影响他在最重要的时刻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的一些表现跟真实的自己啦。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在讲的也是在他整理完成之前的一些心态。车里这边抽出来，其实是要让你明白，他这一个人是在靠近你、跟你告白前，他是经过一份很努力的修正的。所以他当初其实他最早看到你的时候，他就想要对你表达他的喜欢，可是他对自己的检视之后，发现说不行，我必须要选择承诺，因为我现在还不够好，我现在还没有把自己整理。他的好是说他自己还没有把自己整理得很完善，所以他其实从一开始看到你、感受到你的一些温柔、温暖的时候，好的时候，他其实就一直在犹豫不决要不要跟你告白。他其实不是在抓准那个时间点，他其实是一直在不断的在对自己的检视之后，有否定自己很多次，告诉自己说其实他不配跟你表白啦。很多时候他会这样，因为他也害怕说他以前的爱情的感情的各方面的一些遗憾跟错误或挫折会在你身上再重演，他不想要把它带到你这些。
你的世界里，所以这些问题呢，就会一直在他初期跟你比较相处的时候，开始感受到自己喜欢你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困扰，他辗转难眠呐。可是我觉得这是在他整理之前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的风元素其实带来某种思绪的放大了，所以这份告白我觉得。他慢慢在靠近的时候，靠近要跟你表白的时候，他都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一条路啦。他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交集跟内心的挣扎，还有他有经历过无数的自我突破，才走到你面前跟你告白的。所以，如果这一个人真心跟你告白的时候，请你不要这么轻易的觉得这只是一个简易的告白。他经历了非常多的修正跟把自己变好之后，才走到你面前。他没有在依赖你的出现让他变好，而是你的出现已经让他内心的所有变好的动能启动了。所以你可能会感觉到，他如果跟你告白的时候，虽然他表现得很稳定，可是你还是会发现某一种急迫感，因为你会发现他其实很想知道你是不是愿意给他什么，给他机会。所以呢，他在跟你告白的时候，因为这一股风能量、宝剑9的能量，会让他平常一方面表现都很稳定、很稳健，然后的人，结果在表白的时候却有一些语塞或是表达口拙，会有这样，你会觉得很意外。他好像跟你原本以为的这个人不太一样，可是因为这份告白带来了蛮多他以前的茁壮，带来了他很多他以前突破的印象，还有他以前过往的那个，他会害怕这一次跟你要求这个机会的时候，会不会再把以前所有的不好的感觉在这边重新的又在喷发，所以他有一部分是在害怕这个，可是他有更多的准备跟自信跟安全感，他相信能够掩盖过这些，他能够突破，他已经要走到新的世界里面了，所以他还是会有一点点没那么稳定，但是会被你发现这样毕竟我们这边要讲的是他内在告白的能量的时候，既然出现宝剑9，还有金币5嘛，所以他这一个小小的失误，终究还是会展现出来不过宝剑9其实反而是这一份告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推力，因为在很多的夜晚，他终于想清楚你是谁，你对他来讲是多重要，哪个价值，然后他自己要变得多有价值才可以跟你告白。这些是因为宝剑9的让他想清楚的。他把这份每个夜晚的焦虑变成一种很内在的推动力，他把本来是选择永远都不要开口对你说的这种沉默，在某种程度上面已经进化成是我必须要把这些都整理干干净净，开启一个康庄大道走向你，然后挺直着腰站稳的告诉你说他喜欢你。他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把这件事情想得很清楚了，因为他如果一直存在这里的话，他发现他连夜晚他都无法呼吸，他无法去解决这一份他想要靠近你，可是却对自己的自责或是自己的觉得自己不配，然后这份真实感在夜晚里一直压着他，可是他在无数的夜晚里面，他已经进化了、突破了，所以这份焦虑其实它是他内在的一种负能量转正能量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推动力。这份焦虑让他发现说，原来他无法忽略你，每个夜晚他都把自己推到你的心的门口，他告诉自己说，不管怎么敲打，他终究要到跟你表白的这一个门口，所以他不如好好的振作起来，把自己准备好。这个是宝剑9其实给他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进化所以我们再来看到金币5跟宝剑9加在一起的时候会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匮乏感跟某种焦虑的混合啦。然后可是反而也因为在这个角度上面，他终于看清楚自己的不完美，也是真实的一部分。所以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告白其实不是从他内心本质上的强大开始的，而是从他内心很多的脆弱跟焦虑里面进化、茁壮、突破而产生的这个强而有力的有勇气的告白。那金币5的匮乏呢，让他承认自己也需要温暖；宝剑9的那个焦虑呢，让他发现说，他不能一直躲藏回避对于你的心意的表达，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一个很可靠的，创造了可靠的他。他带着他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但他还是要想着要用最真实的方式走向你。然后他知道他自己不是比起其他人，他并不是最耀眼的人，可是他知道，他如果准备好了一种很从容不迫的语气，很坚定的语气告诉你的说，你一定能够接受到他对于爱的那一种真挚的表达。所以以能量的层次上面来说，我觉得土风这两个能量的结合我觉得困境跟焦虑反而成为他内心超越火能量的一种很强烈的推动力。他知道说
爱一个人或是对一个人表达，并不需要他准备好了生活的圆满才可以。虽然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他会准备的超乎他想象中的圆满了哦，可是他对他内心的一种确定是，其实我的人生就是有缺口的，我的人生就是有缺点的，然后所以我才渴望有爱来弥补啊。但是他知道他并不需要一切都确定好了才靠近哈，或是他不需要因为害怕错过你才愿意冒险，他觉得他心里不是这样，他其实心里知道说，我也知道我对于这份爱情的表达是带着不安的，可是我其实已经尽我的全力去准备到最好了，而这些准备好最好的时候，我最后要准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坚定的表达我最真实的感受就可以了。好，所以他其实他其实已经超乎他自己所想象的准备了啦。他一直都还是觉得自己准备不够好，才跟你告白。其实对其他人他已经准备的太好了。我们刚刚一开始金币九就已经说出来了嘛，他已经在他的外在表象里面展现出那一种很强而有力的稳定感了。他其实自己不认为，所以你知道他对自己的要求有多高哈。所以呢，这份能量靠近的时候，对你而言应该会有两个很明确的东西啦，就是你会发现。他在告白的那一刻的时候，有一种卸下了他自己防备的样子，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会有口拙，不太稳定。其实那是他第一次在你面前暴露出他些许的脆弱，那可代表什么？他真的很真实。再来，你会发现他在跟你对话的时候，要告白的时候，会有一种焦急的感觉，这个也是你第一次发现。这也代表什么？他真的很真实，很用心。所以记得，如果你接到了一个告白的时候，记得要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去回应。无论你的回应是哪一个，记得要用温柔的方式去回应，因为那些告白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他们接近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的一次的勇敢。不要伤害任何人，你好好的温柔的去接住就可以了。尤其这一个人，他是从很多的突破跟困境里面走向你的，其实他已经进步非常多了，他已经对自己有很高度的赞赏了，所以我们要温柔的去接住他，甚至我觉得你不会失望的啦。无论你答案是什么，可是你不会失望，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会喜欢上你。来，我们进入第三题。第三题可能就会有一点着重到你这里了哈，因为他的告白将会为你的生活揭开什么样子的一个序幕哈。这边是圣杯8的逆位跟金币8。其实圣杯8的逆位呢，是代表某种离不开的情感，然后转身回到命中注定的一个地方啦。所以它就有一种回归跟再次选择的一个概念。那圣杯8的正位象征离开，追寻新的路。放下旧的往事，但逆位的时候，他的语境变了，不再是彻底的转身，而是我以为要离开了，我以为我要离开了，却发现心里仍有许多的挂碍。我走过远方，但终究我还是要回来。所以放在这个题目上来说，圣杯8意味着他的告白会开启一段不再逃避，而是选择留下来生根的一个序幕，进入到你的生活。所以你可能不知道，在他的心里啊，其实曾经存在过一种离开的念头啦。或许他以为自己不需要爱，或许他觉得人生应该专注在现实或责任，或许他曾因为过去的失落啊，想要远离情感。但在离开的尝试之中，他发现心里仍然有一个空缺。而那个空缺呢，始终指向你。于是他的告白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经历过非常，要说他有经历过一个走得很远、迷惘，然后再次回头后的清醒的选择。也就是说，他其实有之前有决定过不要告白了，就离开你好了，因为他可能对很多的想法各方面对于爱情的。失败的即视感一直在浮现嘛，所以逆位的水元素带来了一种潮水退了却又再度的涌回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份告白呢，会揭开一段真实面对心底渴望的生活的一个序幕的篇章，所以它会让你感觉到他在告白之后会更认真、更持久的陪伴，不再用逃避跟冷淡来掩饰，这是一种回心转意的一个深情，代表他终于承认自己不再假装对你没有感觉。不再用理性把你排除在外。圣杯8其实在意味着说，它原本就是意味着一个新生活的一个起点呐，不是从空白开始，而是从带着过去的经历啊，然后决定要留下来。这会让他的表白特别真诚，因为他透过犹豫、透过逃避、透过走到远方之后再回头，甚至否认过自己心里对你的心意。如今他选择留下来，正面的迎接跟面对对你的情感，所以这样的选择带着一种我知道我的爱不完美，但是我愿意在未来全心的投入的一个决心。因此当他的告白出现的时候，你会迎来的一个序幕就是一个
不再逃避爱情里面的困难的人，然后带着决心选择留下来陪你走下去的一个人。所以这份能量让爱情从暧昧到想象，转换成一种愿意承担、愿意对未来负责的一个真实篇章了。所以这段感情呢，不是一开始就是那种光鲜亮丽、很起眼、耀眼的那种，就是一种经历过很多他内心的犹豫跟回头辗转徘徊之后，他最后选择要坚定下来。所以再来，我们看到金币八，金币八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牌在这里哦。它这里所代表的是一种专注练习，把爱打磨成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规律。所以搭配着前面的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告白之后，他的专注力跟所有的决心都在加倍的成长之中。所以金币八是一个充满磨练跟细心经营的牌啦，我原本的牌意是说，一个工匠在专心研磨、雕琢每一颗金币，把相同的图案一遍一遍的搁上去，直到完美。所以这张牌的原意是在告诉我们说，他的告白将为你揭开的序幕是一个投入时间跟心力的长久的稳定关系。它不是要给你一个爆发式的烟火式的爱情，是要把爱一点一滴的打磨进我们的日常、你们的日常。金币八的能量代表他愿意透过不断的练习，成为一个更好的伴侣。所以这意味着你会在未来看到他的耐心，他愿意调整自己的习惯，去配合你的生活的节奏。他愿意从每一次的争执中学习呀，找到更适合的沟通方式。他愿意花时间经营，不把爱情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土元素在这里带来了一种我觉得带来一种可以触摸、可以持续的感受。他在告白之后呢，他会透过实际的行动去表达很多他这心底对于爱情的各种的渴望，可能会有很多的讯息啊，每天都有固定的讯息交代他去哪里啊，告诉你他现在是安全的然后会有很多贴心的小举动啊，然后送一些小礼物啊、小惊喜啊，会观察你喜欢什么然后甚至会更加的认真听取你的需要。所以金币八在提醒我们爱啊，其实它不是一个承诺，它是一个不断被实践的公益。他这里有公益讲，因为是金币八嘛，所以我当初在写下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要写成公益还是一个艺术，还是什么这样子，还是爱情的一种专业的匠人思维这样但我还是写下公益，我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所以呢，当他靠近的时候呢，这门公益就会变成是他未来的一生的专业。虽然我们把爱情把它讲得很像是一个工作一样，可是这里所代表的是他对于这份爱情的重视。他把它融入日常，每天打磨。所以我们更深一层的看到金币八所象征的它其实是一种从学徒变成大师的一个过程所以虽然不是真正的工作，不是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在这段关系的开始，它不是完美的，它会经历很多的调整、学习、修正，慢慢的变成真正的在一起的状况，慢慢的变成理想中的那个状况。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告白其实是一个开启你们两个人共同成长的一个路啦。他希望一起成长，一起磨合，一起变好的一个全新的浪漫的旅程。而且他不会逃避，因为他知道爱情的价值就在于持续日常的努力、调整、配合，找到弹性，找到两个人自己的模式。他很笃定这一件事情，所以他有耐心，他有直觉，他有信心跟你告白。因此呢，金币八揭示的序幕我觉得爱情会在他告白之后走入一种很日常的感觉然后他会让你觉得很安心，跟前面一样都很安心，只是这边在揭示了告白之后的安心是怎么塑造的。然后他不是只是想要一个结果，告白之后你答应的这个结果，他希望自己跟你都能够愿意参与这一个爱情的路径的这整个过程，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日常都可以被时间验证，这都是细心呵护的爱情对了，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牌的结合圣杯八的逆位，金币八，我觉得他在讲的是说，一个人经过了很多的自我内心的挑战之后，他决定要回头留下来，然后他还愿意在未来付出更多所以我觉得他金币八跟圣杯八其实就像一个人曾经离开，选择回来，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坊里面，然后开始一枚一枚的金币在那边雕刻着，然后这样的组合的能量非常明显他会在一个告白之后开启一段他永远都不会再逃避，他愿意留在这里，用行动来表达他对于这份爱情的经营跟他的用心跟专注力。圣杯八保证了他心里最后选择的是你他笃定，他专注的要选择你，他不再走远，他不再怀疑。然后圣杯八讲错，然后金币八则保证了他愿意在日常的细节里面
累积出这段关系。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意味着说这份爱情呢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很真实的、很持续的，会被一点一滴的打磨出它的形状了。所以呢，光是说这个告白的序幕，其实它就是一个开启了某种火炉里温度可以长久陪伴夜晚安静寂寞的那一种持久性的温度，它不是烟火放一下就没有的这样子。所以对你而言呢，这意味着未来的生活应该会展开一个很全新的篇章。有什么？有一个人愿意陪伴，而且不会离开，你会感受到他有非常明确的选择跟坚持。然后有一个人愿意用行动证明所有的爱情的细节，他不会只是嘴巴说说而已。而且有一个人希望你跟他都共同的在爱里学习，一起磨合，一起让两个人的关系更牢固，让未来走的路都有你我一起行进中是最好的伴侣，是最好的旅伴。所以这样子的爱因为土能量的发威嘛，所以它一开始就不会很耀眼，但它会成为你们两个人慢慢搭建起来的生命的基石。你会发现自己会开始规划未来，因为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你会有一个很高度的安全感。所以呢，再来我们用这个题目再问到第4题，宇宙会怎么引导他鼓起勇气说出真心，说出告白？那经过这个题目，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抽出来2张牌是圣杯4者跟圣杯国王。那我们记得我们每一题其实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剖析这个题目，这个主要大的题目里面，它会有什么角度的讯息跟象征会发生呢？它也许不连贯，但它有可能会戳中这一个人真实的面貌。所以我们在这一题宇宙如何引导他的勇气，我们抽到了圣杯4者。圣杯4者是一个很好的牌，他这边是代表说他内心的纯真跟直觉已经被唤醒了，他理解了他自己看到你的时候那一个初始的爱情的心跳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发现了自己的勇气。那圣杯4者本身就带着一个纯真想象啊，然后不自觉自己心动的一个牌嘛，他很像他该怎么说？他很像海边的那一种海潮声，他没有强烈到会吞噬所有旁边的声音，但是足以让你跟我停下脚步去享受跟聆听。其实呢，当宇宙想要引导他鼓起勇气的时候，圣杯4者的方式是先让他意识到自己心里的悸动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他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个时刻，就像前面讲的，你照耀了某些东西，所以他可能一开始没有打算要告白，或者他也没有觉得一定要告白，他其实只是想单纯的站在你附近，待在你身边。因为待在你附近，他就会觉得他的世界变得比较轻盈。你的笑声啊，你的举动啊，还有你所对别人的一些温柔这些波动，他都能共享。还有你的一些专注力啊，很吸引他，让他很想靠近一点。还有你跟朋友的对话、问候啊，然后都让他觉得非常温暖。这些小小的片刻，就像这里圣杯4者所带来一种轻微的小小的涟漪，一阵一阵的在波动它。所以宇宙在透过这些小小的他内在的一个心动悸动，不断的让他发现这是真实的，也让他承认说，这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喜欢，而是他想要珍惜的一份感情。所以圣杯4者同时在这里也代表了某种情感的想象力。宇宙会透过了梦境、直觉，或甚至很有灵感的画面让他想象什么？我看一下，他脑海里应该有开始想象未来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些画面了，有可能有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吃饭一起走在路上聊天他心里应该已经想象过非常多会暖心的画面、窝心的画面，所以他才慢慢的发现说，如果他再不对你表达，他再没有这个意念的话，他应该要直接失去你了。他有心里有这一个感受，被圣杯骑士叫醒了。所以更重要的是，圣杯骑士还带来了一种奇妙的勇气，是因为我们是4者，我们是圣杯骑士是最初的，所以你要允许你自己在爱情里或是遇到他的时候的这个初期的笨拙，他已经允许自己了。他允许自己一开始不是完美，他允许自己在告白前的他不完美，他可以慢慢的变完美。然后这些讯息一直在不断提醒他说，不要那么在乎完美才要告白，而是真诚比较重要，真诚本身就是最大的力量。所以他可以准备好了就直接去跟你讲，他其实不用准备那么多，他只要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就可以去了。这里跟前面的土能量又有点不同，这里在讲说他内心只要准备好其实就可以了。宇宙有点在暗示他说，你不用一直认为自己要修补好以前的自己，把自己变成最好的时候才要告白。这边圣杯骑士在告诉说，可以去，只要想到感受到这份爱情的出现，允许自己是笨拙的就去吧。所以我觉得圣杯4者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比其他圣杯牌我觉得更加的舒适，因为它会让我们回到有点像初恋那样，你完全没有爱情的经验的时候，你只知道你想要展现出自己的真诚，
与稚嫩，那一个最 pure 的心意，我们在第一次恋爱之后，可能就开始慢慢的失去了。可是圣杯侍者出现的，其实在唤醒这个东西。好，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他的告白可能会有点笨拙，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认真，可是他是绝对的真诚。因此圣杯侍者揭示了宇宙的第一个引导，就是说他要让他意识到他心里的悸动啊，不可以忽略，不可以忽视，然后偷偷的给他一些奇妙的勇气，哪怕是觉得自己现在是笨拙的，哪怕自己现在是配不上你的，可是只要勇敢的踏出那一步，先靠近都可以。再来圣杯侍者后面出现了圣杯国王，这样跳了2级直接到圣杯国王，所以我们这边我很开心这里出现了这张牌，因为这边我们在确定了他内心的那一种感受到爱情的那一个力量的等级、厚实度、深沉跟稳定。所以如果说圣杯侍者是爱情的初始的声音，那圣杯国王就是爱情的深海的声音。所以这张牌象征的情感是成熟的，对爱情是有承担的。其实重点在这里他发现他自己的爱情的悸动是真实的，其实他也同时感受到他对于这份爱情是可以承担的，而且他感受到那一个温柔，他需要去保护的。所以呢，宇宙除了在侍者里面引导他要有勇气之外，还让圣杯国王提供他内心的安定跟可以给予承诺的那一个力量啦。所以这2张牌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告白是可以相信的，是可以信任的，他是从一个很原始的 pure 的内在里面绽放出来。所以呢，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呢，他或许已经明白爱情不只是一个心动，而是需要责任跟陪伴。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觉得爱情它就不是只是一种沉迷在爱情里面，它还要伴随着你要知道这一份告白下去的时候，它有所谓的责任跟陪伴要跟随。所以圣杯国王在提醒他，真正的勇气呢，并不是只是单纯的说出来，而是在说出来的同时，要勇敢的去承担你说出来之后连带的责任，对方的答应，懂吗？这个是一起的。因此，当宇宙推动他靠近的时候，其实已经确定了他这份告白是他已经准备好了，也确定了他的内在的能量是稳定的，可安心的交付给他的。所以圣杯国王的能量呢，其实有一点点是在给你看的，不一定是在给大家看的，而是在给你看说他这一个人的内心，在他告白之前他就已经确定的非常好了，非常完整了。他绝对不是想要试一下，他是真心的想要告白，真心的想要给予。所以呢，他在告白之前应该对自己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对话，比如说他会问自己说，这些都是他对他自己的质疑，会类似说，如果你答应了，他要如何给你更好的稳定？还有他会去确认说，他待在你身边的时候，不会只是享受这个爱情的甜蜜，他还能够给予更多其他的东西吗？他其实有在思考这一个，然后他还不断的提醒自己说，爱情是责任，爱情是责任，爱情是责任，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逃避。他其实一直在想这个，所以呢，在这些深思熟虑之后呢，让他的告白呢重叠了非常多的质感，所以他的语言呢会。虽然没有像圣杯侍者这样子比较有 pure 的浪漫感，可是却因为圣杯国王会带来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当他跟你讲说他喜欢你，他要跟你告白，他要跟你表达心，他想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的，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笨拙，因为还是有一些浮动，因为水能量很多，它没有那么稳定。国王的能量在这里，他没有全面的土能量，但是他已经努力的让他的说出来的语言是有稳定性的，但是你还是会感觉到他的那个情感的热度，而且还有那一种他在给予承诺的那个稳定感，还是有在里面的。所以宇宙透过圣杯国王在引导他，也在告诉你啦，当他心里对于这份想要表达的爱意跟责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所衍生出来的那一个勇气，被圣杯侍者叫起的那一个勇气，其实是他自然而然为自己培养出来的。圣杯侍者只是提示他说：“你有勇气也要拿出来用。”其实是这样子而已，因为他其实这份勇气，他其实不需要想要有勇气，他其实已经有了。他其实会在圣杯国王这里提示他说，其实你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你已经有在想责任这一件事情了。所以勇气这个东西勇气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因为害怕才有嘛。可是当你愿意去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一个害怕就消减，勇气也会随之而上，去扑灭那个害怕。所以他不会害怕你的拒绝，而停止去跟你告白，因为他在最深层里面的那个心底，他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对爱情的见解，而这个成熟的爱情的见解是想要保护这份爱，想要对这份爱有责任感的力量。所以呢，我们看到圣杯侍者跟圣杯国王如果直接结合的话，我们大概会看到什么样子的能量？我觉得看到的是一个水能量的双重引导，它可能有
雨水般的，有海浪般的，双重水能量在空中跟水那个地下两种在牵引着他。所以这两个牌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他对于爱情的感受是从一种经历过初恋的一个青少年、少年，然后进入一个对于爱情有独特见解的一个领袖的这样子一个过程。这种跳跃呢，其实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对于爱情的角度看的角度，他有保持着年轻的那一种炙热，但是他也有对爱情有成熟的见解，他不会乱来，他不会随意的释出。所以他有最初的心意，有最初的心跳，然后竟然还有在爱情的承担跟责任，他也理会到了。所以呢，宇宙在这两张牌呢，在引导他不要忘了你内在的勇气有在，不要害怕。不要觉得自己需要勇气才能够告白，其实没有，他本身已经有一个厚实的本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依赖勇气，只是要引导他勇气作为出发点的时候，一般我们这种凡人比较能够理解，我告白前的勇气还是需要存在，而不是那种自大自然，我想告白就告白，勇气还是要作为一个旗帜带领他往前这样。所以宇宙很聪明的，他知道说，我们先用圣杯试着把勇气这个东西点醒之后，他就会随之而上的进入告白的那一个旅程了。所以呢，这两张牌同时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因为他的内在经历过了纯真跟成熟的一个变化。而且他并不会因为在爱情之前很多的爱情的经验里面，他忘记自己还有纯真的那一面。但是我会认为，因为你的出现，他突然唤醒了自己对爱情还有那种纯真的渴望了。因为他内心的悸动在圣杯侍者里面被打动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真实的感觉是他初恋的感觉的那个样式。所以圣杯侍者提醒他即使害怕，也要承认自己的心。然后圣杯国王告诉他，你承认了自己的心之后，记得后面有责任要承担。两个东西结合之后呢，他就变成一个很真诚又让人安心的一个告白。所以他在告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话语里面很像年轻人的一种诉说跟告白，很纯真，用字可能也不会很老练。但是你会发现说，他的眼神跟他的肢体语言却是一个成熟的人的样子。所以这样子的告白会让你觉得说有一种甜蜜的温暖，却又让人觉得可信赖。所以这种能量的组合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告白的序幕。你将会同时被当成是一个很珍贵的恋人般珍惜。可是在就算只是初期交往的时候，你已经发现他把你当成是未来伴侣般的一个对待。他不仅是在爱情里面要寻找浪漫，他还立刻把你放到生命里面的重要的位置，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土能量都一样只是这里在着重水能量怎么进入，水能量怎么进入你们这份关系。所以宇宙应该会在这两张牌出现的时候，透过各种巧合去推动他，用直觉、用情绪去靠近你，不要这么多理智，不要这么多规划，比较快然后可能会在他的梦里不断的出现你。让他一次一次的有点搞混幻觉与现实之间，他会觉得自己内心其实靠近你，非常靠近你然后会一直强化着一件事情是，他如果不赶快告白，他一定会错过。因此宇宙就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在引导他，是双重的圣杯侍者在引导他说，爱情的悸动有在可是他有一个迫切性要赶快告白。可是圣杯国王却告诉他说，爱情是在没错，可是那个责任跟力量不要忽视。所以这两种水能量的汇聚让他鼓起的勇气比他想象的更多。所以当他走到你面前去告白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句就是他最真心的话语了，即便的用词很糟或是不够浪漫都没关系，但是他第一句讲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他内心激发的非常多的本能、本质跟真诚，说出来那句话应该会强而有力。来，我们来看到第五题第五题这边是他可能会在告白之前留下什么一些暗示啦。其实我们刚前面看这么多牌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线索，你可以找到他是谁或感觉到他是谁了。但是我写下这些题目说到第五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明确的看看能不能翻出一些讯息所以我设下这个题目的时候，翻出了女祭司的逆位跟宝剑七。我觉得这两张牌在我翻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去思考前，我就觉得应该有很多的小小的小细节，你应该已经先发现了我们再看看牌面上有没有这样说啦。所以我们从女祭司牌的逆位之中，确实是有一些东西流露出来，就是其实他压抑不住那个情感的泄露啦会从很多跟你的互动里面，很多细节都会跑出来。其实这个人
如果你跟他的关系还蛮近的话，应该已经泄露出来，你应该早就知道了。但是从我们前面的一些图能量看得出来说，他其实有在故意跟你保持距离。如果他刻意保持距离的话，那这个女祭司的这个能量的话，就要因人而异了，他可能就没有那么明确。但是女祭司的逆位的话，我确实有觉得，在这种高度的安静、寂静的情感之中，被稳定的情感之中的话，他逆位了，他还是有流露出一些他没有发现的小细节啦。那么回到女祭司的正位的时候，它其实象征着某种冷静啊、隐忍跟保持神秘的一个状态嘛。但是当他在逆位的时候，这意味着他原本深藏在内心的那一个高度平衡的情感呢，开始有一点点不懂的歪斜，所以会有某一些不稳定的情绪那个小小的一些可能一些语言啦相处的语言里面会从缝隙里面流露出他对你的情感。所以呢，在表白之前。女祭司的逆位已经很明确的揭示说，她一直以为自己保持在某种冷静、跟包装、跟保护下，不让你知道她喜欢你其实她在很多的眼神或是语句里面都有一些波动很难掩饰和保护她内心的那一个秘密啦其实如果你跟她相处的时候，你越是发现她跟你相处越是冷静那就表示她越是不自然。我把这边戳破了，会少了很多惊喜但你可以听听就好，不用那么特别注意还有呢，有一些特别的点啦，就是说他的眼神会比别人会停留在你身上久一点，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还有他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会保持距离，但是和你聊天的时候总是会带着比较多的关心跟温柔，这个是最明显的东西那其实他有的时候跟你对话的时候，他有点像是随意的跟你聊起天来，可是整个内容的感觉都很窝心、很贴心啦。这个也是露出马脚的地方。所以这些细节都包围着、环绕着什么？一种关心。他很难常做对你的关心所以这份神秘感就会在女祭司牌逆位的时候被讲成是崩落了。破碎了啦因为他内心对你的那种喜欢会忍不住让他多看你一眼，跟你多说一句话然后想要一些步伐，想要更靠近你这些他以为他包装很好的一些情绪其实都是对你的一个暗示，就是他其实是喜欢你的那种自然流露的一种小小的小失败所以水元素的失衡在这里往往就是一种情绪流露出不自觉的流露出的一种状况了尤其这个状况的不平衡会在他离你越近的时候会格外的明显啦。当你和别人互动的时候他会稍微沉默，不太加入对话，因为他过度在意，他怕自己的说话没有办法像你们的对话这么的自然，反而这些过度在意反而更加的明显欲盖弥彰了。所以女祭司牌的逆位暗示着说，他本来就不会大张旗鼓的行动，但是反而又退缩的太不明显，反而就像我刚才讲欲盖弥彰这些微小的退缩反而更像是彰显他有刻意收了什么，然后这一些东西，如果你够敏感的话，其实一再提醒你说，他表面上的平静，其实再次衬托跟印证出他内在的浮动所以女祭司牌其实在对我们一些提点啦，你想找出它很容易，如果你是原本就是高敏感的人，你应该就会发现它了。你会闻得出、嗅得出空气的节奏，在它出来的时候会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你会辨识出他跟别人的互动，跟你的互动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所以这一层的暗示呢，是在讲说，他如果越是跟你相处的时候，越是表现的比他人在更冷静的话，那他真实对你的情感的话，反而会从这些相处的细缝里面会跑出来，反而你会很明确的感觉到说，他对你的喜欢已经在这个不同的相处风格上面流露出来，你很快就会发现它了。那么在宝剑七这边，我觉得会有更明显的东西啦。宝剑七本来就是很多的手段跟方法嘛，策略轨迹这样。所以宝剑七在这个题目上面说，看到有没有一些隐藏的小讯息，就是他会太过于小心翼翼的试探啦。因为宝剑七本身就代表一种偷偷摸摸、谨慎行动、试探策略这类型的啦，这类型的讯息，所以宝剑七本来就带着一种不想被看穿，然后可是又忍不住想要去行动，因为宝剑七本来就有一种偷东西的感觉嘛，不想被人家发现他偷东西，可是又忍不住要去偷的这种感觉所以在告白前呢，宝剑七出来表示说，他的各种太过于小心翼翼的方式，反而留下了更多的暗示，告诉你说他在试探你，他在看清楚你，他在触摸你的心灵反而你会觉得更明确、更明显所以他的这种他不自觉的一种暗示，在行为上有算是刻意安排着某种表达，就是如果你意识到是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你的表达跟其他人表达的话，对你会有更多的刻意安排、刻意排练
可以演练，好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次跟你的对话，才跟你对话呈现出那种自然，基本上不会被发觉了，因为他已经演练出很自然了。可是如果你能比较出他跟别人的话，你就会发现是他，发现有很多很大的不同。所以他有的时候，极端一点，他可能会在路上创造跟你巧遇。因为他可能已经发现你常走哪些路，他会故意走那些路来跟你制造巧遇，然后他有可能会制造一些跟你的随机的对话，这样子。他可能会说：“我刚好想到一件事情，我想问问你，以好奇发问为主，可是其实只是要产生对话的经验，这样。”那他有的时候会假装有点不在意其他人的感情，然后跟你讨论一下感情观或聊天，随便聊一种很淡的。其实他是想要知道说你的回应是什么，可是他会用一种事不关己的方式跟你讨论。因为这保健期有彰显出他有很多的在捉摸啦。其实他这些捉摸是在有点在稳定他自己的心啦。他想知道说他未来如果跟你告白的时候，他不想做错太多事情。所以保健期的能量呢，这边告诉我说，其实他这些收集情报的这些概念，反而不小心暴露出他对你的心意。那如果他是越在意你做越多的话，其实你现在已经知道是谁了。另外呢，保健期也透露一个，因为他对于未来想要跟你更靠近，或是跟你告白的这一种不安呐。所以他必须要提前做出一些自我保护作用，所以他就会去收集这些讯息。他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不希望犯下太多的错，因为他内心害怕说他会因为一点点的小错误让你讨厌，告白失败这样。所以我们反过来啦，至少我们确定说他对于你的好感是非常前面的，而且他也很勇敢，愿意再往前一步，收集更多的好的情报。他希望他能够一次告白就能够完美的表现。所以在这里，风的元素的这个本质的思绪啊，其实你会发现他说的话、或丢的问题，或是安排的一些对话，都是经过一些很小心的设计啦。这是以朋友的关系上来说，这样。那我觉得他足够聪明去不被你发现，只是因为我们这边现在说破了。因此呢，保健期这边揭示的一个暗示是说，他会用一些不经意的方式靠近你，可他并不是因为感情上的靠近，他只是希望能确保未来他有更大的动作的时候不会犯下更大的错误啦。那我们从这边女祭司牌跟保健期的结合，我们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泄露出他很多东西，只是看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他拼命的隐藏跟拼命的试探，反而很典型的就露出了非常多的马脚了。如果是我的话，我通常第一句一瞬间我就会知道了，因为我感觉得出来那个语境，我觉得语境的变化最明显对我来说，因为我会观察一个人跟不同的人对话，所以跟我对话跟他人的对话，光是网络上的留言，跟我留言跟其他人留言，我通常都会注意一下，然后我就会知道他对谁的重视度。其实你们也可以套用这个，因为你们其实也有能力，也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套回去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个人对你有更多的在意、更多的小心的时候，他其实露出马脚的东西很多啦。所以呢，宇宙在这边用这两张牌指引的是说，其实你要去意识到他的心意，其实也可以；你要去把它挖出来、找出来也可以。但是这边告诉你这两张牌提醒你，其实是要你说知道了也不要戳破。为什么？因为他需要慢慢的理解你，而去促成那一个完美的告白。对他来讲是完美的告白，因为他那个完美的告白需要引诱出他内心的那一个还没有被叫出来的勇气。记得我们刚前面的那一个圣杯侍者的勇气。所以绝对不要戳破，因为这些小小的收集对他来讲都很重要。即便你知道了，知道是谁了，你期待是谁的告白，你也用一种期待他会用什么惊喜来跟你告白的心情，开朗的去期待就好了，不要戳破他。所以啦，这些其实是在他告白之前呢，宇宙安排让他去拼凑自己的勇气，或是拼凑自己的安全感的一个前奏曲啦。所以我们不要去戳破，只是我们这边翻到的时候，只是要让你知道说，你其实可以提早去欣赏这一个人，好吗？好，来，我们带到第六题。第六题就讲到我们自己了，我们要先准备好什么样子的心境来去迎接这份告白。我先说你的答应不答应不重要，我们要的是去真诚的去引领、接住这一个人的告白。你只要真诚，你就能感受到他的真诚。答应不答应已经超越了这些了，他的真诚已经超越了答应不答应了哈。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你得到的是你更加的跟一个人亲近了，你更加的认识了一个人，而且还更重要的是，你
要告诉自己，你真的值得一个人这么真诚的对待，你是值得的。其实这个东西已经超越了答应不答应。然后你得到了这份感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回应，答应或不答应，或是慢慢来都可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一个两个真诚的心的互动的遇见。这个比较重要，你要去体会这一个。所以呢，我们回到这里要准备好的什么心境呢？我们先来看宝剑四，宝剑四权杖八。宝剑四的话，这边在告诉你说，其实你需要以平静的姿态态度来去等待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啦。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多休息。对于这一个爱情的期待的话，你可以多休息、多疗养、多心灵沉淀。多让自己处在一种很平静的方式，自然的以无常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就好了。因为宝剑师在提醒你说，在迎接告白之前你需要先让自己的心处在一个非常安静寂静的状态，不要急着去推。所以也就像前面讲的，不要去戳破啦，因为你戳破了或各方面你会预设太多的结果，不要预设这个东西，要在这边就直接拿掉。因为宇宙透过宝剑师给你的第一个心境是平静。保持平静，这样才可以让最适合你的爱的能量在最对的最对的时间点直接出现在你面前，一切都要顺着自然的方式。所以在过去的情感经历里，然后他这边反而在提示你说，你可能经历过一些焦虑，担心自己是不是要去主动戳破，或是担心这一个人因为你的各种表现，然后结果退缩了，没有要告白，甚至会害怕说，我们现在看到牌了，知道有人要告白，结果他其实是一个幻觉，没有发生。可是宝剑师在这边要提醒你这份告白其实绝对不需要你去追赶，因为它是一个极尽沉静的牌，所以在暗示你说不用去追赶，他会在自然的时刻靠近，他会在他的最好的路径上一步一步的靠近你。你唯一所需要做的是心灵上的休息。要允许自己暂时不去猜是谁，不去急着挖掘是谁，不去让自己把这份对未知的焦虑变成你脑里的一个漩涡。不要，你要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之后，反而你更容易看见他在给予你现在的讯息，更容易，反而还能够发现他正在靠近了。所以风元素在这里带来的这种思考上面的休憩停歇，其实是建议你啦，对于爱情这件事情要开始练习把杂音放下。那些杂音是哪里来的？以前爱情的失败里面造成了现在对爱情的一个自我怀疑，我值得有新的爱情吗？我值得再次被爱吗？这些的怀疑都要把它放下，安静，声音要把它变小，然后要去感受说，如果这个人告白，然后其实我不答应了怎么办？哇，害人家的告白失败了怎么办？这些设想都不要再出来了。因为当你心里的声音太满的时候，你会听不到、接受不到宇宙真正在你耳边告诉你的低语，所以你需要心静，要安静下来，给自己专心呼吸的身体、专心呼吸的空间就好了。你只要整个能量好的时候，爱情就会顺着随之而来，在好的情况下出现。那个时候你也不会急躁，你也不会惊讶，你只会觉得顺理成章的自然的接受这一切的发生。所以我就记得我刚刚讲的，要用无常的心来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发生，尤其好事。你已经可能知道某些好事要发生，就像现在，可是你还是要用一种无常的心让它发生，让自己期待着某些惊喜。所以呢，宝剑师在告诉你说，即便你已经知道他是谁，即便我们前面教会你怎么发现他，但是不要急着去解读啦，不要急着去解读，也不要把这一切当成是发掘他的线索。虽然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然后这里好像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只是因为我怕大家太担心，所以还是翻船。可是在这里最后他还好，我有翻到宝剑师，他这边要顺理成章的告诉你们一个提醒，说不要去解读了啦。这边听到了就当作听到了，不要去寻找那些线索了。它会让你发疯，所以要让生活保持一种只有属于你的一种轻松的节奏，不要让爱情主导你所有生命的期待，懂吗？不要让爱情你主导你未来所有事情的期待，不要。所以心情要保持很安定，安定的等待爱情到来那一瞬间，给自己那一份惊喜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了权杖八，权杖八其实就是让你保持心情的开放啦，跟前面是做呼应的。因为其实我一直在透露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有一个 tips， 就是当我们安静下来，心境保持开放的时候，好事反而会发生的比较快。为什么？因为你预留了某些空间，可以让好能量找到位置进来。如果我们的思绪担忧太多的时候，没有空间让好能量进来啦，因为我们的能量会处在一种防卫状态。所以与宝剑是对照的话，权杖八
是一个充满速度跟推动，跟突如其来要有一些进展的一张牌。它象征的这个能量其实是快速的靠近啦。你需要的心境就是保持开放，准备好它要来了。其实你看宝剑八，其实权杖八又透露了一件事，它其实已经在往你这边过来了，不要急。好，所以权杖八常常暗示事情会比预期发生的更快，也许比你原本的等待，你原本以为等待要比你以为的更久，但是宇宙的推力经历了宝剑八，权杖八，为什么宝剑八？权杖八，它会瞬间的就打开这个局面了哈。所以他的告白哈，虽然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他有在酝酿，可是其实他不会酝酿那么久，他其实一直在等待那一个心情上的那一种不经意的那一个瞬间，他就会突然讲出来了。因为他在前面这么多牌已经告诉你说，他其实早就在各方面都准备好了，他其实在等着那一个权杖八发威的瞬间，因为他会发现那个瞬间是现在可以创造惊喜。好，因为火能量带来一种感受上启动的一个讯号，火能量在告诉你说开始的那个讯号，他在等这个讯号出现。尤其权杖八的这个讯号最响哦，所以当他的告白能量在他内在澎湃的时候，他发现他很靠近那个时刻的时候，他心里是会非常轻盈的、愉悦的、灵活的。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人就不会太僵硬，他就会直接顺着那个感觉就会跟你告白。无论那个时候场景是什么，也许不完美或什么，他都没关系，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好，所以权杖八的心境其实要告诉你说，你要准备什么？你要保持一种正面、正念、乐观的态度去迎接这一个不知道是何时要发生的惊喜。好，然后你要对于这一份告白，或是要看破告白这个形式，要用比较开放的心态来告诉你，要去看作说是一个真诚的心的靠近，一个带着真诚的心的人的靠近，而且还有具体的行动做表达。你应该要去享受跟开心的发现，我竟然是被爱的，这样子就好了哈。那记得你的回应要保持诚实。好，你不需要准备一个完美的答案，你只要知道你当下是诚实真心的就好了。把所有诚实真心的东西都带进去，去说明就好了。这包括什么？你也许一开始看到就是这个人，你本来就喜欢，你知道是谁，然后他讲，你就会答应，这个是你的真诚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些不确定，你也可以讲说，其实我有点不确定，那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下相处方式，看看能不能走得更近，或是我们可以去做很别的事情，去做生活里面再更多的交集，更多的约会，再看看我们两个的心要怎么靠近。你可以把它这样讲，不用就只有好或不好这样，有很多的层次，相处有很多的层次。好，也不是说你先答应，而是你要把自己真诚的感受讲出来。好，如果你没有交出当下真诚的自己，接下来的所有东西都是虚幻的，因为他会得到。因为对他来说，你所有的回答都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给的不是真实的，他就会拿到错的东西，往下走的路就会歪掉，知道哈？所以要保持自己内在的坦然跟诚实，在你回答的时候是很重要的。这是权杖八要告诉你的心境的准备的一个核心。好，再来我们看到宝剑四跟权杖八的结合啦，哈，其实他这边讲的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模一样，其实他就是这个核心而已，没有别的，就是你要安静的等待这份宇宙给你的惊喜啦。哦，如果我们要用一种场景的方式来想一下宝剑四跟权杖八的画面的话，就是先让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做等待，结果后来推开窗户的时候，发现外面有飞来一份礼物，瞬间飞来一份礼物到你面前，是一份惊喜，你原本完全没期待，你所期待的只是打开窗户去看看美丽的天空，就天空飞来一个礼物，所以他在这边所要讲的是，你内心处在一种平静，可是对于窗外的世界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啦。宝剑四告诉你说，不要焦虑，不要急；权杖八告诉你说，要开放。好，宇宙把你推进爱情的速度，绝对比你想象中的更快。但是核心是你足不足够安静去聆听宇宙给的讯息，你足不足够有开放的心去迎接惊喜的深度，懂吗？他讲的是这个，所以宇宙的引导很清楚，就是要先安静的心。开放的心，两个东西结合之后，爱情降落的时候，就会在一个很安定的基础上，而且你也会觉得很舒适。好，然后无论做什么，都是属于自己最诚实、最真诚的自己去面对。其实，在讲的时候就是这个啦。好，那就这样，这是1号牌全部哈。谢谢你来听后很长哈，那就先到这里。那祝福你们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2张牌的第1题哈。第2张牌，这第2张牌第1题我写说有谁哈？
是谁正在被你的能量所吸引，然后默默的酝酿这一个告白了哈。那我们第一张牌抽到的是权杖骑士，后面是权杖皇后，都是火能量哦，所以这里有双火能量的一个爆发性哦。我们来看一下，权杖骑士他是一个被热情点燃的人啦哈。他虽然整个爆发性的追求、爆发性的能量、爱情的能量会有点冲动，可是他内在的那种真挚的心意哈，应该会让你感到非常吸引啦。好，会引起你的注意哦。毕竟权杖骑士是一个充满动能跟热能的牌，热情的牌哦。那个画面里面的权杖骑士在原本的维特塔罗牌里面，它是一个骑着马哈，拿着长枪啊，充满冒险哦，然后行动，然后就是要立刻出发的那一种能量。所以这张牌呢，谁在被你吸引的这个问题里面，意味着有一个人因为你而心里非常澎湃，所以带着非常强烈的冲动跟欲望，想要慢慢的，我觉得慢慢的好像不足以形容，我觉得他会想要很快速的靠近你了哈。所以这个人身上应该会有明显的火元素特质，非常直接热烈，不喜欢停留在原地。他可能在他的生活里面本来就非常积极，喜欢挑战新鲜的事物啊，个性也非常大方，甚至会有一些高调。但是在遇到你之后呢，他的能量被你点燃到另外一个层次，你让他有新的追求的方向，他会因为你的笑容或是各方面感觉到心跳加速，那个动心的程度超乎他自己原本的想象了，因为你的某些眼神啊，让他突然想要对你展现出什么，对你说些什么哦。然后有的时候他在你附近的时候，听到你说的一句话啊，跟别人聊天啊，对他都非常有启发性，让他变得每天都非常热血哦。所以权杖骑士这边所代表的爱啊，并不是安静的，而是带着有各种想要行动的欲望的哦。所以他会表现非常多，他其实也想要默默的酝酿，默默的靠近，可是总是藏不住哈，所以应该会有一些迹象哈，就是他会一直希望能够找一些机会跟你互动，跟你聊一些琐事，然后他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会刻意的表现自己的优点，让你注意到，譬如说注意到他很勇敢啊，注意到他很多才能啊，会先注意到他有一些见解很不同哦。然后他有可能在你还没有意识到他在的时候，他已经偷偷帮你解决一些小困难呐，然后展现他对于爱情的那种先行的行动力哈。那这个人啊，其实被你吸引啊，原因并不是一些外表了，而是你的能量唤醒了他一些往前进。往前前行的一种野心啊，或是一种积极的一种渴望哈。他原本没有那么强，可是你的出现的时候加倍了他这里面的心中的火焰。因为权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火团嘛，然后你就是那个点燃这整个火团的那个空气哦，所以他的靠近呢，不会因为有很多的算计，或是很多的策略，或是很多的规划，他靠近你就单纯因为他想靠近你而已，没有想这么多。他是一个很直爽的、很 pure 的心灵哦。所以呢，权杖骑士这边也带着一些急躁啦。其实他也还在酝酿着要告白的这件事情，他还在这个过程里，还在酝酿的过程里，可能是因为心里他也明白自己是一个比较过于急躁，会表现比较笨拙的人，然后在行为上他也知道他会比其他人在更加的冲动，然后可是他很明白这些的不完美都没有办法掩盖他其实对你的真心是很明确的，因为他不会想这么多，他不会冷静计算这些，他只是想要忠于自己，发自他内心的热情跟热烈，然后去靠近你，然后慢慢的酝酿到跟你告白的这一条路了。所以这里在告诉你说，权杖骑士代表着有一个人因为你的存在，你的光而把它点燃了，即便它原本是火焰，它还在被加倍的点燃。虽然他有点带着冲动，可是他内在真实的心呢，应该会大过其他人哈。他现在其实也在默默的考虑说，如何要鼓起勇气，然后跟你告白了，把爱说出来了。再来，权杖皇后哈。权杖皇后本来就是一个散发出自信跟魅力的人了哈，那她会因为你在内心萌出一些很深沉的爱意啦，这跟那个权杖骑士不一样哈，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些水能量在里面，所以它其实萌生的爱意里面有一些温柔的温暖的东西哈。所以如果说权杖骑士代表是一种热情的追逐爱啦，那权杖皇后代表的就是一种成熟的光芒的靠近。
我觉得它是一个象征很有自信啊，很有吸引力啊，很温暖、很魅力的一个牌的总和啦。所以在这一题它被你吸引的这个脉络里面啊，权杖皇后意味着它有一个带着很强烈的内在的力量，跟一个很有能够掌控全局的一个内在本质的人正在被你的能量所吸引。那这个人的能量跟权杖骑士比起来的话，我们再加重一些稳定性，所以我们前面那个权杖骑士那个冲动的话，再加上权杖皇后的话，它这个稳定性就出来了。因为我慢慢的可以从权杖皇后看到说，他懂得在人群里面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然后呢，他其实也懂得照顾别人，因为他身上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领袖气质啦，能让其他人自然而然的依赖他跟信任他，所以他朋友应该还蛮多的信赖他的好朋友应该蛮多，因为他其实应该还蛮会解决很多人的事情。然后你对他来说呢，蛮像是一种能量能跟他对等的人，因为从这两个火焰来说的话，其实你就加倍了启发他内在的火焰能量嘛，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加分的作用，所以让他感受到自己不必只是照顾别人，其实自己也能够被照顾。你出现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心也需要被安抚啦。所以权杖皇后这边所象征的这个吸引力啊，我觉得代表了这种彼此的真诚跟欣赏。他之所以被你吸引，并不是因为只是单纯的浪漫，而是因为看见了你身上一些独特的气质、独特的光，然后让它再次被点燃。然后可能你跟别人的对话里面充满了他所能预见的、所能看到的某种真心啊，或是你解决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勇气，这些光芒呢，都让他觉得你在他面前，他愿意卸下他一些武装，卸下他一些盔甲啦，然后他愿意跟你展示一些他内在的一些的柔软的那一面毕竟因为这里是权杖皇后的能量在创造出这个柔软的这一面，所以对他来说呢，这种默默的酝酿的告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情绪的一个冲动，而是一种想要跟你建立比较长久的连接的一个渴望。那它这里的暗示跟权杖骑士不同啦，因为我们这边它有更加的增添了那一份深层的成熟跟温柔嘛，所以我觉得它的某些行动上来说，它会比起权杖骑士来说会再更加的稳定，然后会把速度减慢，然后让你慢慢的明白说，其实它对你来说可以很重要。然后，当然这边还有一些在大家一起活动的场合，跟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团体活动的场合的时候，他也会加倍的特别留意你的需要那他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眼神让你知道说，他早就已经把你放在特别的位置了。所以权杖皇后的火跟权杖骑士的火还是不太一样。他这边呢拉下了权杖骑士的那一份冲动，然后让原本的张扬变成一种温暖温馨，然后。他原本在权杖骑士的时候会立刻冲上前，可是权杖皇后的能量再大一点的时候，他会加重于这个火能量，充满更多的耐心跟关怀。所以这一份慢慢酝酿表白的时机，被权杖皇后所综合了，所以他会等待他这内在觉得非常成熟、非常稳定、非常有自信的时候，才会慎重的开口。虽然也没有说有计划很多，可是他这双重的火能量，其实在他内心在等待着一种更加的稳定的温的火焰的时候，他才会跟你告白啦。所以权杖皇后这边告诉你这一个被你吸引的人现在此刻已经进入了某种安定跟坚定的能量了，他已经从冲动的位置变成慢慢的靠近了他在等待最适合的时间就会告诉你了。再来我们看到权杖骑士跟权杖皇后的结合啦其实就是我刚前面讲的，这是一个热烈的追逐，然后再遇到一个成熟的光芒啦。所以这两张牌同时出现的时候，这边揭示了说正在被你吸引的这个人可能他同时带着两种特质，一个是有行动力的火焰，一个是已经成熟的光芒其实应该讲说他的行动已经进入了某种成熟的阶段了啦虽然这两张牌是完全不同的。对一个人的形容是完全不同的，可是这两种特质却在他身上都呈现了。所以宇宙是在告诉你说，目前这一个被你吸引的能量它其实拥有单纯的 pure 的内在的心动，可是它又有一种成熟的行动力
哦，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成是前后两端啦。权杖骑士可以代表说，他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那一份心跳加速，很忍不住想要靠近你的那一种冲动。然后权杖皇后代表说，他慢慢的靠近你之后，他才理解说，他对你的他。把你看作什么？你的价值对他的影响力在什么？你吸引他什么？哈，所以慢慢的知道说你是需要尊重跟珍惜的人啦，你需要用更成熟的方式来照顾、来看顾哈。所以这样子的结合呢，意味着你的能量啊，其实唤醒了一个人内在很高品质的本质哈，有年轻的 pure 的内在，却还有成熟的那种柔情啦。因此呢，我觉得他的告白哈，最后可能会呈现一种很特别的氛围。你会发现他好像很急切的要把自己的内心讲出来，可是他用的言语各方面却又是一种很稳重的承诺。所以对你来讲，我觉得宇宙其实在告诉你，这个被吸引你的人其实是你用你自己的光吸引到一个很好的层次的一个人的心动。他的心啊，因为你在原本比较静止或是没有被触发的位置，他动了起来了。所以这一个告白应该是一份真正诚挚的热情的靠近，你可以期待。所以呢，我们来看到第二题。第二题，我们再看一些比较近的时刻了，就是说你们当然是不认识，应该是不认识了，然后他会在哪个时候开口？这个不认识，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模糊地带了。我觉得所谓的不认识是不够认识可是应该已经在朋友的范围里面应该已经看到了这样，因为我们在第一题的时候已经看到他已经可以对你做出一些付出了嘛，所以我觉得只是不够熟。那我们来看到金币七跟宝剑十。那金币七这边本身就代表一种需要等待然后需要观察的一个时刻，可是对未来还是处在一种非常多的未知啦。但是这边还是也可以感觉得到他已经有所心动了，所以他在期待一个未知期待一个跟你告白之后的未知这样。那么我们回到金币七的这一张牌的画面里它其实是代表说有一个人在凝视着他正在栽种的各种作物，这个是原本的维特塔罗牌的一个画面嘛。那这代表什么？他够有耐心，他很有耐心的在观察这整个状况。所以这张牌出现在这里，说明说，即便他跟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这么深的深度啦，但是他仍然会好好的观察所有的美好的时刻。如果有任何可以触动他的心、触动你的心的好时刻，他仍然会直接开口告诉你他对你的心意。这样，所以这里意味着他可能，在跟你相处，或是在比较远的距离的某些片刻的时候，已经被你某个特质吸引了啦。可能是你专注做的事情啊，可能是你对生活的一些见解啊，或是你跟你的朋友的相处的时候，某种笑声啊、快乐的样子，让他心里突然冒起了一种好想靠近这个人的一个冲动，一个向往。所以金币七强调的是一个我看到了，但我不会立即行动的一个能量。所以你会发现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人默默的对你有很多的关心，你可能也会猜到某个人对你有所喜欢，可是他却不会第一时间就冲上来直接告白，而是他会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然后一点一滴的观察你的美好，这样。所以这份土能量的力量啊，是在说明说他对你的情感已经进入那一种陪伴真实可以持久的，他并不会随便的就被你短暂的吸引力然后所影响他一定是发现你内在某种很深层的特质，然后让他觉得说这个人我值得靠近，这个人唤起了我什么，这个人值得我等待最好的时刻再告白。他心里其实一直有这样子的声音，所以他心里每一次的观察或是每一次的遇见你都像然后发现每些美好，都像是在心里累积了很多让他靠近的理由，然后推动他每一步都需要慢慢的走靠近，稳健的走靠近这样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一个权杖皇后的能量，它也进入到一种成熟的位置了所以当他这些成熟的能量累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加上土能量他就会忍不住开始要想，那最后一步我该不该找个最好的时间告诉你他的心意，我的心意所以金币七这边暗示着，他其实内在也有蛮多的反复的自我的衡量啦。他可能会一再的确认说自己到底准备好了没，是不是能够给你足够的一些诚意，或是他想要
开口跟你说的时候，往往会进入一种自我审视的一个过程里啦。他没有那么多的计划，没有那么多的铺陈，他只是一直都在对自己内在对话，他想要找到那个最好的时间哦。所以他最后会在更多的审核，是说我告白之后有一些责任的感觉，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把自己的生活各方面都先稳定好了，我能不能照顾他了，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不会成为他的负担，我要成为一个很真诚的陪伴的时候，我才可以去告白。他也在想这个哦，所以因此金币七七在告诉我们说，他想开口的时候，哦，都是因为他在你旁边观察跟等待的这些时间的时候，发现你的光已经影响到他非常多了。所以他觉得自己要跟得上或配得上的时候，他才会告白。所以他现在内在是在静静的凝望着这一个方向感，在默默的等待哈。所以我们也不要着急。所以来到了宝剑十，宝剑十在这边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彼岸到彼岸的一个过程了哈。它跟它表面上10把剑插在背后这个感觉，对我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宝剑十意味着，在某种低谷结束之后，还不是即将结束，是已经结束了，那个低谷已经结束了。哦，所以这边宝剑十在提示说，他应该已经意识到，他已经到了必须跟你告白的尾巴了。哦，那我们回到宝剑十啦，宝剑十本身它讲的是一个彻底的结束，还有一些在深层低谷里面的最后的痛苦。那这些之后带来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重生契机。然后宝剑十是在讲这个，所以宝剑十在这边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他应该已经，我觉得他应该在你出现的当下，他刚好已经从某种极度的脆弱跟一些生活的难关结束，所以你出现的时候，的确是那一个他很想要去掌握、很想要去触摸的那一道光了，所以引发他内在觉得你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很想要对你表达，他觉得他至少要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心意哦。所以像他这样子的内心时刻啊，往往跟他原本的一些经历有关系啦哦，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说，他不能再让自己的心里真实的情感，像之前一样被伤害过，或是失去过、落寞过而沉默了。也许生活中有很多的失落哈，然后让他需要找到一个出口。也许生命中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孤单哈，让他想到说你的存在对他来讲是有多么重要。所以他心里在这些反复的思索中，他觉得如果能对你说出一句真心的表白，好，至少他也能够重新感觉到全新的呼吸。全新的生命感，这个是宝剑十让他在自己内心的黑暗面里面给他的一种启发啦。所以这里的风元素带来一种思绪、思想上的突破。宝剑十的能量呢，让他一直在反复的对自己说：如果我再不表达，我可能就会失去这一个机会，我只会失去这个开口改变自己、改变你的一个可能哦。而且他心里也知道说，他的这份告白，他的得失心不会很重，也不会放得很重，他只是希望说这是一份礼物给予你啦。所以你的出现呢，其实有推动他产生了某种往上爬的最佳的助力跟勇气。即使你没有出现了，他已经知道说他必须要从这些低谷跟过去往上爬。可是你出现的时候，成为一种很强的 buff、很强的光，让他的勇气加倍哦。所以他因为在这个低谷过，所以他觉得说在跟你告白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他只好或是干脆就勇敢的往前，慢慢的靠近你，观察你，找到最好的时刻跟你说。所以他这边也在说他在跟你告白的时候，也许你可能会看出来，他眼神里、内心里其实有流露出一些小小的脆弱哦。然后他可能跟你告白的语句，有可能会添加一些我真的很希望有人能懂我，然后我看到你身上有这样子的光，这样子好像是一种类似被动的方式，好像是一种好像他其实是想靠近你，可他其实更希望的是你靠近他的一种眼神啊，一种语境的依赖哈。所以宝剑十这边在暗示说，他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啊，反而会让你愿意也把你的心打开给他。好，所以宝剑十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想要开口的时刻，应该是已经他走过了他人生蛮大的低谷的边界，已经跨越了，所以他会让你感觉到他有一种重生，眼睛会再次明亮的感觉出现在你面前。其实那个是蛮有吸引力的，他会在他告白的时候，你会很惊讶他的内在有这样子的光芒。来，我们来看到这两张牌的结合。
我觉得这两张牌就跟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啦，就是他终于结束了那一个痛苦的黑夜，然后在初始晨曦的日光之中，发现自己看到了你，然后他发现你是他想要追逐的，发现至少他要把这份心意告诉你，当成一份礼物送给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想要开口的那一个时刻呢，并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心情啦，而是这两张牌的集合，就是夜晚转换成白天的这个瞬间，然后给他了一种重生的感觉啦。虽然他的能量重生的感觉没有到死神牌或是审判牌那么强，可是他心里的转换对他来讲，这个力道已经很大了。那么金币七给他的动力是，他发现了你。也发现了你的值得，所以他可以等待最好的时机再跟你告白。所以宝剑十在那边告诉他说，你的出现呢，让这些痛苦都是一个值得的经历，所以他要把这些东西痛苦的经历跟能量都转化成一种正能量，把它当成是一种交付给你或是送给你的一种好的礼物，让你知道说你的出现的时候值得有一个人对你告白，让你知道说你有多有价值，你也值得被爱。这两个能量的综合的，让他对于这份爱情的告白的内在有了很多的层次啦，并不是单单的只是一个冲动，并不是只是一个成熟的看到了某种未来或是某种未来的相伴，而是他内在也有经历某一种挣扎之后，辗转的变成一种很好的正能量，而要变成一种礼物的付出跟送出。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宇宙要给的暗示是说，虽然你们还不认识的不够深层啦，但是我觉得他早就已经在不同的时间点，白天啊、夜晚一次一次的审核跟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告白，也发现说他在这些的思索里面，把他慢慢的推向比较正能量、比较光明面所以他觉得这份告白一定要带着非常真诚的、深刻的内心绝对不能够只是一时的被浪漫冲昏头，他一定要把它把握住，说这份告白是让你跟他在彼此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呢，我们来看到第三题第三题在讲说，在他告白之前你的世界变化或是周遭会不会出现什么征兆这个就很有趣我们来看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先看到的命运之轮这边是逆位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寻常的反应因为命运之轮如果在正位的时候它是某种推动契机会涌现事情会往我觉得的后面50%的地方发展。可是如果当它逆位的时候，意味着这个进程现在是停滞的，有些事情卡住的其实我都不会这样用比较这样子的基本的角度去看，我都会觉得逆位的时候代表说现在需要把速度放慢，因为我们差点要错过什么。有时候命运之轮逆位我都会这样看所以应该会有一些不寻常要发生，所以我们在这个告白前的状况，命运之轮逆位会表示应该有某些脉络我们不能错过所以命运之轮逆位透露在鼓起勇气告白之前他应该有感觉到某些特别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在讲他那边感觉到什么，我就发现是你这边应该有一些征兆所以我大概我在这边整合了大概3个方向就是说你日常里面会有一些事情在重复，譬如你跟谁会一直巧遇，或是你会一直看到某些数字，或是某些影片的片段会重复出现，然后你好像会被不同的人约去同一个地方范围它会一直有一种重复跟重叠的状况会出现。这代表什么？因为你跟他的能量下有一些相同点正在重复啦所以会有某些固定的时间点或是地点空间点的能量一直被加强，所以会把2个一直吸引在那里，所以会有一些很多相同的东西会一直重复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你记得差不多告白的能量就要出现了。再来，因为命运之轮的逆位，所以会代表说原本已经计划好的事情都会突然被打断，不能说都会啦，就大部分会被影响，会被打断，并不是说被打断或是影响就是坏事，而是可能会有别的比较好的事情进来，而强迫一些旧的计划被影响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讯号。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比较内心的直觉的提醒，就是你可能会开始梦见关于一个陌生人的相处，可能不一定是爱情的，可是你会常常在梦里梦到跟某个人有很多的相处的情况出去玩，可是你永远都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想不到是谁
然后总是在梦里，好像正要开始什么事情的时候，梦就醒了。直觉里面在提醒你，有些新的事情要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命运之轮逆位的能量在这里缓慢的或停滞的，让你去感受一下更多的讯息啦。所以，我都认为命运之轮的逆位并不是在阻止某些好的事情或爱要发生，而是它在把事情减速，然后把一些将要错过的东西重整、重组，然后可能让一些错过的美好再次聚焦。所以因为这种能量出现的时候，会在他的告白之前那反而一些比较好的内心的挣扎会在他那里啦。其实命运之轮的逆位的影响会出现在他那里，不会在你这边啦。他其实在很靠近要告白前的时候，他内心反而有很多的不安跟挣扎，他正在克服所以命运之轮的逆位有点像是什么？我们等他一下，所以宇宙就开始创造了一些重复的情境嘛。其实是因为这里的停滞跟缓慢，所以让你们两个人的重叠一直重复的发生啦一直重复发生。本来只是要直接往前面走去，可是他现在停在一个位置那个能量一直在重复的影响，这样，所以重复的情境会一直发生，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征兆然后你的生活上应该会感觉到有很多事情怎么突然卡住了，可是也没有说完全不往前，有在往前，可是怎么有点卡住了其实对我这边看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爱情，两个人的能量凝聚到爱情的时候，他需要怎么讲？等一下，他现在等一下，你可以想说他有点像是赛车比赛的时候，他前面有一个灯号，这样噔噔噔在倒数的感觉。你可以把这个停滞当成说要进入一个更好的阶段前的一个先倒数，所以今天倒数的时候，你可以吹油门嘛，蓄积那个能量。所以现在应该就是这个状况了。所以命运之轮在告诉你说，在告白前他跟你可能会突然觉得生活上有一些停滞跟重复，可是不要着急因为这反而是宇宙正在调整跟校准各种的一种方向感跟矫正一些方向跟对齐有点像是最后整理啦，最后整理在他告白前的最后整理。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了皇帝牌皇帝牌是一个有秩序的，可以掌控很多局面的，然后有安全感的。然后，可是这边皇帝牌出现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他因为配合了命运之轮的能量我觉得他有掌握了某些隐蔽的讯息就是有一些我们没有察觉的小小的一些小讯息跟痕迹皇帝牌有发现了。那回到皇帝牌，皇帝牌本身是一个稳定、掌控跟秩序、责任的一个牌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告白前的征兆的探索里面，它意味着当他快要鼓起勇气告白前，你会发现你的生活里面，在命运之轮逆位之后，反而整理出更多的秩序感跟安全感。所以这里命运之轮跟皇帝牌，它呈现一个先后顺序的感觉。命运之轮先让整个时间慢下来，然后我刚刚讲了，他有在校准对齐很多原本错过的东西、略过的东西。好，开始对准校准之后，皇帝牌就进来了，他把这些重整的结果再秩序化，再加注更多的安全感。所以我们前面说他在告白前的内心的挣扎，或挣扎完之后，他会进入到一种最绝佳的秩序感跟安全感的时候告白，这样。所以呢，他会变成什么？变成他身上的某些行动了。就是他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他会有些新的行动，就在告白前的新的行动，有点偏浪漫偏一些行动上的告白，类似表达心意这样，所以他有可能会比较常出现在你身边了然后会有一些比较主动的靠近好像你会觉得你跟他可能没那么熟，没那么认识，认识的不够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近期他很常重复出现，而且都会在对的时机，你需要聊天的时机，或是你需要帮忙的时机，他就会出现。因为在他的观察里面，他知道你需要他啦，所以他会找到那些时间出现所以你会发现近期你跟他的关系好像突然变得比较好一些然后他在跟你靠近的时候，他会表现的让你知道说他其实是很可靠的，他可以帮你处理很多的事情，或是生活上能够提出很多的建议这样。但他不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啦但他会让你觉得说你是可以需要他的这样。然后他在这些需要里面呢，他也会展现出他愿意承担很多的
支撑力哦，它让你感觉到说，你不用把它放在前面跟着它走，但是你想要回头看到有人有没有在背后支持你的话，它都会在，它在呈现，它在告白前都会呈现这一个，主要是因为皇帝牌的能量带来了某种关系上面的结构。这意味着他在告白之前呢，你的世界会浮现某种安定的感觉、稳定的感觉。前面命运之轮，但另外带来的那一种停顿秩序啊，好像所有事情都被卡关的这个感觉，会在皇帝牌一进来之后呢，就会完全进入到一种被解决了，然后进入到一种上轨道的一种稳定感。那你说为什么这2张牌要这样子先后顺序？主要就是我刚跟你讲的，也许在往告白的这个路径上，现在节奏太快了。命运之轮的逆位在告诉你说，这个时间他们要把它拉慢一下。因为可能有些东西太急躁了因为可能也是发现后面皇帝牌的能量要进来了，所以命运之轮的能量先行的做一些停滞跟踩刹车。所以呢，在告白之前，整个秩序都会不混乱，会进入一种安定、有新的整合的状况。其实这不是一个巧合，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2张牌配合着宇宙的能量在它靠近的过程里面，会在你无意识的状态里面让你发现你可以有一个安定的心来接受这一份告白。所以当他告白的那个时候呢，绝对不是你生活很混乱、很多压力的时候，反而是你的内在很清明，生活很有秩序、很安稳的时候，你觉得生命很有安全感的时候的那一刻，他才会告白。这主要是很多人能量都走到了一个对的位置。所以这2张牌的结合呢，会产生某种很不错的温度，然后又产生一种很让人可以信赖跟可靠的一个重量。然后在他告白之前，你就会开始觉得说，你的生活里面会少了很多的不安，你的直觉上会觉得说，好像受到某种保护跟守护这主要都是因为皇帝牌的能量已经给你一些信号，告诉你说这个人的改变跟他在告白前的一个完整度啦。所以在他告白之前，你应该会先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照顾、守护，还有一些可靠的感觉。其实，在他告白前，你大概已经猜得出来会是谁了因为皇帝牌所带的这个很强烈的秩序的能量、成熟的能量，加上前面的权杖皇后的能量啊，其实他对你告白这件事，或他喜欢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难隐藏了，因为他的那个好能量靠近的非常明显。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2张牌的结合虽然我们前面已经结合的非常多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这边再做重整一下命运之轮带来了某一种缓冲跟减速，其实是为了要迎接皇帝牌所带来的新秩序了所以在告白前，他告白前，可能你的生活会有2种阶段，一个是好像很多事情都卡住停滞嘛，可是其实它是在整合进入一种完全的新秩序的一个状况，这个前面都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宇宙其实这边在告诉你说爱情的节奏会在告白之前突然减速然后这份减速里面其实是在培养他的勇气，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然后成熟之后呢，它会带来一种对于你未来要跟你一起往接下来的生命走去的时候的一个新秩序的需求，新秩序的需要，必须要在他告白前的时候，要先把它养成，要先让他清晰的在他心里浮现，他才能够把这个新的他内在其实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新的成长，然后所带来的那种可靠的稳定的感觉，在告白的时候一次交到你手上。所以这些能量已经会在他的行动里面溢出了啦。所以宇宙其实也没有特别在暗示你什么，而是希望你，如果你那么想要知道是谁，那么想要知道告白的时刻是何时的时候，你就感受一下这些。其实你会从某种小小的混乱里面进入一种全新的秩序跟稳定感。这个秩序要怎么形容？就突然发现说，你人生突然有很多新的方向，而且你还可以想象得出你要怎么规划它。然后你会发现说，原本你身边有很多物质上面的混乱，譬如说房间本来都一直没有秩序的整理，就突然发现你很有灵感的知道你要怎么增添房间的一些东西，帮它整理成一种你想要的样子，这也是一种秩序。还有你的时间你突然发现你对时间每1个小时、每半小时、每15分钟的一种秩序的感觉，敏感度已经比以前更好了，然后更能够安排跟朋友的约会，各种
时间的约会，礼拜一要去哪，礼拜三要去哪，礼拜日、礼拜六规划的很清晰，这些都是新秩序的到来。其实你们两个因为在告白前能量已经非常靠近了，所以你们两个的重叠性会让你们两个都进入这个高度的新秩序状态。他那边的新秩序状态呢会更加强，然后你是被他旁边的涟漪所波动，也进入了这个状况。所以到告白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说，一切好像都是安排好的，所以排斥感就不强。会有一种欣然接受这一个新旅程的开始，这就是这2张牌要告诉你的来，我们来看到第4题第4题可能我们就要抓一些它的线索了其实我觉得因为我题目都是先设定完的，然后其实前面3题放完牌看完之后，我发现第4题反而有一点点像是 bonus 赠品多加的。其实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也可以，但是我们翻了，我们还是看一下。题目是设定在说，他会透过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举止、话语试探你，然后其实会被你发现了所以我们抽到的愚人牌的逆位跟审判牌，其实愚人牌的逆位已经揭示了某一些笨拙了愚人牌在正位的时候，代表某些很无惧怕、无畏的开始，勇敢的尝试带着很多的天真往自由的未来的新旅程走去原本是这样，可当他在逆位的时候，他反而变得犹豫谨慎，害怕跨出这一步了所以在整个试探的这个题目的脉络里面，愚人牌的逆位轻易的显示了他的试探跟暗示往往都不是很大胆的，而是小心翼翼的，而是有点笨拙的，而且是不确定的这样。所以在这些试探里面会藏在哪些话语里面？他可能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会开始问你说对一段新的感情的看法是什么？他就露出马脚了。或者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会再用半开玩笑的方式说，觉得他的人是不是很幼稚会不会觉得他很多缺点这样子？实际上他是在看说你能不能接受他身上的不完美啦。然后他可能会有也会一种测试性的问题问你说，突然有人跟你表白的话，你现在会有什么反应？这样，其实这几样东西在我们前面那3题所有的牌里面，都会不小心的透露出他准备要告白的讯息啦。所以愚人牌的逆位其实在告诉你说，如果他真的有这些试探行为欲言又止的表达，说你不要说破他。因为什么？这也是他在整顿他自己内心的不安还有他在累积自己的勇气的一个小小的过程他愚人牌逆位这个状态，他不一定会发生。可是如果发生的时候，记得不要戳破它，让它自然的形成他自己内在的心理的勇气然后我觉得他其实这也代表说某种征兆是他对你的心理的那一种想要告白的那一个饱和度已经到非常满了，他还在这一些波动里面、不安里面，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来确定自己其实是可以安心的，是安定的，是稳定的这样。但是我觉得像前面很多牌都已经发现说，他最后会有什么皇帝牌权杖皇后的能量，那个稳定性进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愚人牌的效果就不会展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这边看下来的话，其实就要看说愚人牌的能量会先出来了，还是前面的皇帝牌或者是权杖皇后的能量先出来，就这样而已，就只是一个顺序而已。所以这边讲的这一些小小的试探然后确定自己勇气的试探，它不一定会出来，可是记得出来的时候不要戳破它就好了来，我们这边看到审判牌哇，审判牌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东西要出来了所以审判牌的出现本来就是一种觉醒呼唤和真相的揭露的牌啦，所以它常常被使用在一种唤醒唤醒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所以这里意味着他对你的靠近那些试探其实他也有一点点想要窥探你内心真正的一些，其实跟告白没有关系的。他只是想要再知道更多的你啦，他想要知道你内心的更多的真相跟想法啦。其实跟他告白没有关系，他只是希望在告白前能够更深度的跟你亲近有这个想法这样。所以他的问题呢，可能会跟愚人牌的等级跟层次差很多。如果是审判牌的能量先进来的话他可能会问你说，你觉得命运真的会安排2个人相遇吗？这个深程度就超越了愚人牌。然后他可能会再更有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就是可能皇帝牌或权杖皇后，尤其权杖皇后再先进来，都优先于愚人牌进来的话，这个能量的话，他可能会问你说，你觉得感情里面什么东西是最重要？或是他还会问你说，你觉得人应该要在什么样子的
契机里面鼓起勇气去对一个喜欢的人告白，他要用这种比较更加深层成熟的方式去跟你讨论爱情。这个其实是审判牌的能量也在做某种看似试探，可是他其实是真心的想要跟你在内在做交换，他不是为了爱告白准备，而是他真的想要有一种很深层的跟你讨论出对爱情保持开放的心态的时候，能讨论出什么话题。毕竟审判牌的特质是需要透过很多次的互动，一次一次的互动，把彼此内在的东西浮出水面。其实不见得要告白，只是他希望跟你的关系可以从朋友再更深层的进入到新的阶段。所以这些随意看起来的问题啊，其实是他在透露出他对你的或是对爱情的态度，他想要明确的判断出两个人的爱情的理解度跟层次是不是一致，是不是有未来性，是不是他需要再追上你这些的所以在行为上呢，审判牌的能量，我们大家比较像是形容成一种呼唤，内在灵魂的呼唤，用一种题目去呼唤彼此内心的真实的语言所以他想要知道你的回应他想要在这里回应去确定说，你跟其他人的互动和跟他的互动里面，你所使用的语境会不会有一些不同？会不会因为他所跟你探讨的题目比较深层，然后你会表达出一些平常他听不到的语言？或者同一个题目，你的回答跟对他回答是不是有所不一样？他其实也在确定自己是不是也会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了虽然有点自私，可是这种确定呢，其实会让他觉得说，如果我要告白的话，我已经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然后我的勇气可能会再更加倍啦只是用审判牌这一个角度去做试探或什么的话，其实在某方面来说，已经算是一种另类的告白了。如果前面这么多牌，或是他已经这么靠近你的话，他又到了审判牌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你的位置你会立刻知道说这个人要告白。我觉得以一般的人心都能够察觉到所以呢，审判牌如果真的在这份关系里面出现的话或是愚人牌出现的话，都算是到了某种临界点的位置，就是到最后的阶段。但是如果这两张牌都一定要经历过临界点，就是在告白前最后的临界点的位置的话，我宁愿它是审判牌的出现，因为它至少可以塑造他其实是很深层的内在深层敏感的人啦。所以如果你已经感受到有某个人对你的喜欢，而他在跟你的互动里面已经到这种讨论爱情的话题的话我希望你用一些比较鼓励他的方式，正能量的方式来回应他而不要揭穿他这样子，因为这已经是他最后要告白前的最后的一次测试，比较像是测试因为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心里已经准备好要告白了，所以不要破坏了这个美感那审判牌这边其实要告诉你说，他这些暗示真的不是无心的，而是宇宙透过这个行动在告诉你说，那个告白的边界已经即将到达了所以这两张牌啦无论是比较高智慧的审判牌的行为，或是比较可爱的幼稚的愚人牌的行为的话，其实它虽然这边都被我定义成是某种测试跟探索啦可是我觉得它真正是在讲的是，其实命运的推动的最后一步已经来了它其实在告诉你说，这已经是最后的审核了。那即便显得笨拙，即便显得很深刻很深沉，但都是因为灵魂已经意识到说已经是最后的时刻了，你只剩下最后的机会可以去探索，可以去培养你自己的勇气，去探索你内心的不安，探索他内心的不安最后的整合时间只剩下这样一个短短的这样子了。所以如果你感受到他这样靠近的话，其实也就真的就代表说他告白的时间就基本上就要靠近，他也逃不了了因为他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内心其实他已经决定要告白了，甚至会在审判牌或者愚人牌的这些小小的暗示之后就直接告白了，因为他已经被推到最后一步了所以在你的感觉上，不论是愚人牌或审判牌的出现，对你来讲都有一种这个暗示都有点太混乱了。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不直接告白，为什么一定要直接谈暗示？其实这个是宇宙在告诉你啦他的那一个告白能量正在聚集这已经是最后的召集了所以记得。我们常讲，当你发现有一个人要告白，当你发现已经发现是谁，都不要戳破，因为你并不在他的宇宙的能量的自然而然的形成的路线上，你的所有的回应都会变成一个很强的外力的影响，所以不要太多的介入，就自然的，不要戳破的，以为不知道的，去让他试探，让他靠近，他那边的能量才会聚集的比较自然。
他所整合的勇气跟那个成熟，他会比较稳定哈，就让他顺着他的节奏感去告白就好了。我们就在这边期待着一个意外惊喜哦，用一种期待意外惊喜的方式等待就好了。来，我们来看到第5题哦。第5题的时候，应该是在讲空间的，然后把它设定在这个空间的时候，你要怎么察觉到它啦？其实我们问到6题，问到6题，其实都已经问到蛮多的了。主要是因为一个题只有2张牌，所以我就可以把题目问多一点，看看能不能再剖析更多的面向，把象征的点找出来哈。所以到第5题的时候，虽然有一些类似，可是我们这边要去察觉的是情境里面有没有一些线索，可以让你发现说你们2个人其实在他告白之前已经透露出一些爱情的讯息，然后你接收到。其实这个点是在帮你找到他了，但我又希望你不要把它戳破哈。这其实是有点矛盾的，但是我希望的是能够帮助你们内心有那一种欣喜的期待。如果你有发现他的内在会有一些欣喜的期待啦，所以第1张牌呢，我们看到了恶魔牌哈。其实恶魔牌讲的是蛮多欲望跟一些枷锁连结串联的一个气息，都是好的啦哈。你可以不用把它看成是那么牢固坚劲那种，不是那种啦，就是它可能是一些很不错的连结hook 在一起，心跟心的 hook 在一起，勾在一起那恶魔牌是在讲说，其实其中你们的感觉里面会有一些暧昧的气氛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恶魔牌这张牌在爱情里面是强烈的象征着吸引欲望跟没有办法逃脱跟回避的羁绊。我比较希望它是像是比较难以回避的羁绊啦，因为它并不是那种温柔的低语，而是一种让人很难忽视的存在。所以当爱情的语言在你们之间，爱情的一些小小的讯息，它那个语言并不一定是说出来的语言，它也有肢体语言，它也有空气中流动的一种直觉的语言，还有耳边的低语也是直觉的这样，还有一些身边的事物告诉你的一些讯息，物件每个都会有一些讯息嘛，书有书的讯息车子有车子的讯息，云有云的讯息，可是它转换到你内心的时候，它是什么语言然后它在变成爱情的路径上，它又是什么爱的语言这样子。所以恶魔牌出现的时候，就告诉你说，其实已经有一些小小的爱的语言在不同的形式里面在暗示你说这个人想要告白了。所以具体来说呢，恶魔的征兆可能会有他会比其他人更早发现你的下一步行动，然后或者我们再往前退一步的，往后退一步，他有可能会很在意你的所有的行动。好，这是第2个。还有一种是你们在互动的时候会感受到某种张力，就是好像有一些话没有说出口，好像却很容易猜到心里在想什么这样子。然后你可能第3点，你可能会察觉到你们无论有没有互动可是注意力都会反复的回到彼此身上。这个就是一个无形的线牵着啦可是很难确定，也不想确定，没有关系。所以恶魔能量在这边带着一种试探跟欲望，其实它是在探查有没有欲望，有没有想要往前走一步的那一个讯息所以他可能在对话上已经暗示你非常多次了告诉你说他其实没有刻意去暗示你，语言暗示你说他有喜欢你，可是他在跟你讲话跟其他人讲话的时候已经有，如果用超级客观绝对客观的领域来看的话，他确实在跟你互动对话的时候，他使用的语言是跟其他人不同的。然后他可能会更多的跟你开玩笑因为他可能会觉得用幽默的方式会跟你比较亲近，然后他会很细心的观察你所有的反应，因为这些所有的反应的累积都是在塑造他最后要跟你告白的时候，你最后的一个综合反应，他要抓住，然后他要选对自己正确的语言这样。所以恶魔牌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不小心的情感的暗示，说他其实是喜欢你的，即便不用到告白，他也已经暗示出来了。所以恶魔牌的影响也让他在你身边一直处在一种他很难离你很远的状态。所以这里有一个线索，就是如果他非常容易出现在你附近，你很难忽视他的存在，你觉得你跟大家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怎么看都会看到他的时候，那就是他的恶魔牌在影响他的动作跟他的动线啦因此恶魔牌的讯息是说其实这份在他心里的那种跟你的暧昧已经快要进入失控的状态了，也差不多应该到了失控的状态的话，那他就会直接进入表白了啦，因为他不会让他真的失控，他会把他进入在一种理智化的，就是直接去表白这样子。所以恶魔牌这边在暗示说，其实他内在他有某一种浮动还在他有一些浮动还在，他还有一种他还在自我控制，那个浮动被露出马脚，但是早就露出马脚了。来，我们来看到倒吊人倒吊人这边，我觉得它是一个新视野的展开了而且它又是一个正位，它还不是逆位它就是绝对的会有一个新视野。看它这边，其实在我初步在解析之前，我认为说它有一个看你的视野跟他人不同了所以我们回到倒吊人牌的话，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它有一些静止跟换位思考，还有一种很难以察觉的一种
该怎么说？也有一种耐心的等待的讯息啦。它和恶魔牌的张力不同，但倒吊人牌比较多的是一种安静的时刻，它没有像恶魔牌那样浮动哈。所以它这个安静的时刻的爱情的语言啊，流动在一些需要消化之中才会发现的。就他跟你的互动啊，幽默之后，然后这些情绪消化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哎，这个人跟你的感觉、跟你的关系很靠近。这个就是消化之中、静置之后才会出现的感觉啦。所以倒吊人代表说，他会在他的沉默跟观看你的凝视里面，让你意识到，好像你们之间有一点不同。对他来说，这个是爱的存在，可是对你来说，会觉得，哎，是不是好像空气中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会跑出来哦？所以，他会享受在很安静的时刻的时候，跟你一些无声的对望，看一看，然后给你一个微笑，就这样没了。他会很享受这个，或是他很享受专心聆听你的时候的那一个片刻。如果你有看到他，会发现说，他可能会比其他人更专心的听你聊天、讲话这样。然后有的时候无意间你往他那边看的时候，会发现说，他其实早就已经在专注的看着你。他不是故意的要专注的看着你，而是所有的场景、所有的视线来说，他看着你，他心里感觉到最安心啦、最安静。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没有要吸引到你的注意力这样。所以倒吊人牌的在讲说，他会在这些很奇妙的片刻里面，在安静之中产生某种凝视，在传达他的爱意。可是他其实会是不自觉的，不要怪他。那这里的能量来到了一个深层的流动后，你会感觉到，你们的对话即使没有很明确的语言啦，可是它的能量就会渗透到你这边，它会让你意识到说，你好像被他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倒吊人的牌象真的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在意的时候，他会忘记自己。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会忘记自己，所以他会在跟你们相处的时候，他会不小心忘记自己，因为他太专注的欣赏你，专注的看你，专注的在意你啦。所以具体来说呢，倒吊人会带来的一些讯息跟征兆，可能就是说，他其实会不小心的配合你很多的节奏，然后可能你想去哪里，去哪里没有人陪的，他就说我陪你去啊，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是他跟你说他要陪你去这样？他是不知道，他是自然的。他觉得他可以替补这个位置，或是你会发现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他好像自己变无所事事，因为他的世界在靠近的时候突然就安静暂停了。那都是很小的很小的片段，时间不会很长，可是很容易会出现初期在告白前，因为他还在某种情绪上的整理，因为在一些还没有确定跟你的关系要到达什么下一个阶段前，他会有很多这种小情况。那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会发现说，可能有一点点他好像要讲出什么内心的话的时候，可他就没有把它说出来这样。因为倒吊人呢，要告诉你说这边所呈现的爱的语言啊，都是一些不明确的句子啦，因为它有一种静止的能量在酝酿一些好的东西要从后面浮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你会觉得他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做，可是又觉得说你好像在他的世界里面被放大了很多，虽然他没有做任何表达或什么，可是你就觉得你好像在他的世界里特别的重，可是你不会觉得很有压力了，因为倒吊人牌不是让你觉得有压力，倒吊人牌会让你发现说，你好像会开始发现有个人看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你在他的世界里视野、情况、状态都不一样，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很特别。比一般人特别很多，可是你还搞不清楚是什么。那要直到他告白，或是你真的很明确知道说他是喜欢你之后，你才会明白说，原来那些感觉是这样。再来，我们看到这两张牌的综合啦哈，其实这两张牌算是两个对冲矛盾的牌，因为恶魔牌有一种蛮强的张力哈，两个人的拉扯有一些张力，可是倒吊人却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牌。其实这边在讲什么？爱情的语言，其实在这两种状态里面都在流动，你们之间哈。简单来说，就是你们互动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爱情流动，但是在你们没有互动的时候，仍然有两个能量场还是在那边交替的，增加彼此的熟悉感，增加彼此的存在感。这个是很难直接用理智的去判断的。可是实际上，宇宙就是要告诉你说，无论如何，你们两个靠近的时候，你们内心很多灵魂都会一直在交换，可能也一直在对话，可是你们意识不到。可是那个熟悉感跟存在感会自己慢慢的累积，加上他自己也会一步一步的靠近你。所以等到他最后要跟你告白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感觉来告白，他是一个既熟悉又温暖，而且有很多浪漫情愫已经在空中飘来飘去的一个告白会出现。这个都是非常细微的，这些状况有可能会在于告白之后，也许你答应他之后，初步交往之后，你再回想前面这整个状况，所以你才理解说，原来前面这个相处状况是这些，原来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他的特别，他的存在感，原来是这些东西。好，
来，我们来看到第六题哈。第六题大概就是要做一个结尾了，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要来告白啦，好，会什么样子的氛围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抽到了金币三的逆位，节制牌的都是逆位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都给逆位，到底有什么小缺失或是小困难，我们来看一下。可是记得前面5张牌哈，很多牌都很顺的，即便第6牌有些小主，我觉得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前面都已经有非常多完美的牌了哈。所以我们来看到金币三的逆位啦哈，金币三的逆位，我觉得他金币三的逆位在讲说他告白的情况哈。应该有得到很多的帮助，可是仍然是在比较不完美的，他心态上觉得、心境上觉得不完美的状况，可是他还是忍不住要在这一刻一定要表达，因为他内在的直觉告诉他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不需要所有事情都完美哈。因为金币三本来在正位的时候，它象征很多的合作、协作、计划，好完美的配合。可是当他在逆位的时候，他转向一种不协调，计划被打乱，然后气氛不够完美，告白的气氛跟时机可能都不在他心里完美的，不是他心里完美的样子。可是这里反而在清楚告诉我们说，他的告白虽然不是很顺利的，当然不是很完美的安排的时刻，可是他是在他直觉上面是最好的时机，所以很可能会在一团混乱的情况上发生，会突如其来的发生哦。或突然怎么样，你会有点措手不及哈？怎么说现在去告白了？会有可能会是这样子哈，因为他原本以金币三的正位的来说，他原本想要找一个浪漫的场景啊，灯光很好啊，气氛很好啊，对他很好，是只有跟你1对1的状态啊，什么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情境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金币三的逆位，他会可能状况改变成什么样子？就变成说，可能我们只是随意的聊天的时候，他突然直觉来了，感觉来，他觉得这个时候最好，他就脱口而出。说其实我喜欢你，跟上一个话题可能没有接起来哈，很有可能，或是在一些大家的聚会啊，然后大家在闲聊或什么的时候，结果你跟他可能靠得很近，或是突然大家在其他离开的时候，你们2个就靠得很近，甚至你们2个在旁边的时候，他就第一句话就脱口说，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刻，他终于等到那个离你最近的时刻，也有可能哦。好，然后再来是他本来做了很多的准备，要怎么跟你说。可是他突然觉得这些我都不要了，我就是要直接用最单纯的方式直接说出来，就是我喜欢你这样子，也有可能会这样。所以这就是金币三所带来的一个不错的现象。其实金币三逆位带来什么？带来他突破了自己的疆界、自己的牢笼、自己自我约束啦。好，完全不照剧本走，完全脱轨，结果会产生了某种意外惊喜。所以他有可能在他突然觉得他失去了某种对于告白这件事情的掌控感的时候，然后激发了他内心有一感觉，就是完蛋了，我现在搞不清楚了。但是如果我现在不告白的话，好像一切都会失去。这个感觉会在他内心里浮现出来，他就会立刻告白。所以金币三也在提醒你啦，告白的那个时间点有可能不一定是一定，但是有可能有可能不是最好的时间，不是最好的场所，不是最好的情况。但是你大可以用一些比较幽默开朗的方式来看待这一件事情，你会觉得非常有趣，而且你会发现他的表达非常动人，非常真实。然后你仔细去思考一下，完美跟意外惊喜跟突如其来的一个告白的话，其实哪一个在你的生命里比较能够记得住？应该就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告白哦，因为这些不完美而造就了这份告白的真实性。然后我们回到节制牌的逆位哈，节制牌的逆位是在讲说，在某些其实我觉得它跟那个前面那一个金币三差不多啦，就是有点失去某种平衡跟制度跟规划的时候，他会说出来。因为节制牌本来就是一种平衡和谐的牌嘛，循序渐进的牌。可是当它逆位的时候，也是一种失衡哈，然后耐心被耗尽啊什么的，自我控制有点失去哈，跟前面那个金币三有点不一样，可是这里的能量又更强，所以它有点像是刚刚金币三逆位的那个更加的强化，因为它强化了什么？它内在那个想要告白的心意。已经澎湃到他没有办法把旁边的所有事情都规划到完美的时候才告白，所以这张牌意味着说他本来想要慢慢来告白啦，然后再慢慢观察比较久了，然后再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可是另外一牌显示说，他终究内在的想要告白的情绪会被推到那个临界点，他所有的那一个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空间的计划跟不上他，然后他确实就会有一种非常好的时间点，就突然他发现说，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管他有没有什么东西准备好都没有关系，这样，所以。节制牌会带来的氛围呢，其实它逆位的时候就带来一种不按常理的方式出现。最有可能会发生什么？还有可能是你们2个对于某些事情的时候意见相左的时候，即便你们关系没有特别熟或什么，可是你们对某些东西有争执的时候，他就突然告白了。为什么？因为他内心的某个火能量被激起了，就是有一种气上来了，不是生气的气，就是有一种能量上来，他就觉得那我告白。
他忘记了，其实你们现在是意见相左或是在争执的时候，这个是我觉得最特别的状况，不是最早上最特别的能量上来的状况哈。那他也有可能会在日常对话里面很多幽默在闲聊的时候，他突然变得很严肃，结果他下一刻就告白了，或是他突然发现说完蛋了，我再怎么准备都准备不好，那我的告白就永远都没办法形成了，我不如现在就告白，也有可能会这样打破了他心底的约束，他就突然就告白了。所以节制牌讲的更多的就是，其实他不用等待自己对于告白这一件事情的满足点到最100分最满的时候再告白，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候，其实他内在的那个想要告白的冲动反而被压抑了。所以节制牌其实节制牌的逆位其实带来了一个契机跟出口，在告诉他说，其实啊，你感觉对就好了。好，不用太多的理智，你感觉就是当下要告白就赶快告白吧。其实节制牌一直在，不是说节制牌这张牌在告诉他，而是他现在旁边有这个氛围一直在告诉他。哦，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告白啊，从我们前面看这么多，看起来好像很成熟、很理智什么的。其实他在告白的当下，我们刚前面有看到，他会显露出某种过于真实的笨拙，或是用笨拙的方式来凸显他其实人很真实，他没有办法修饰。然后你会在他这份告白里面感觉到非常深刻的真挚的感觉，即便他的内容讲得很烂，我们就不要拘泥文字，可是你从他的眼神跟他的举动，你会发现这个人很可爱，他的告白是非常 pure 的，很纯净的。那么这两张牌结合的话，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像是弄拙成巧啦。他以为很多事情都被打乱了。其实他也有可能是他安排好了很多要告白的情况，甚至已经等到那个时刻，他就觉得说，今天下午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今天要什么地方去跟你告白，他都想好了，结果发现整个过程里一切都打乱了，有可能是宇宙故意把他打乱的，要让他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想告白就直接告白的方式去跟你讲，有可能是这样哦。因为金币3跟节制牌出现的时候都是逆位，我发现宇宙的能量可能有在介入他花太多时间去计划了。所以从这两张牌结合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有前面一些牌的一个讯息啦，都有在提到说他在告白的瞬间的时候会出现某一种小混乱、小混沌状态，好像都在预示，都在解释后面这些，就是其实他最后跟你告白的时候，会在他心里发现说，我就是现在要告白，我才不管现在各种状况是安不安全或完不完，我现在就是要告白。反而是这个时刻，他的内心各方面都是最真诚、最诚实、最坦然的时候，宇宙可能是希望他感受到这一刻的时候就直接告白就好了，不要想太多。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很长谢谢你听到这里那祝福你。来，我们来看到第3张牌的朋友我们就不如说直接从第1题开始。第1题就是说，命运啦到底推动了谁？所以我们要把他的一些形象跟雏形先找出来，用2张牌就好了，看看这2张牌可以剖析多少。所以第一个死神牌先出现了死神牌就讲的是一种某种重生跟跨越了边界性的跨越，然后已经把旧的东西抛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嘛。所以如果死神牌出现在这里的时候，表示这一个人已经进入什么？他已经进入了蜕变。那有没有重生被唤醒呢？因为没有看到审判牌，所以它的意义不同。那个审判牌比较像是说从以前的过往的东西升华晋级，跟以前的东西还有一些牵连，是进阶了二转了。可是，在死神牌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蜕变，它是一种变成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重生，已经要把之前的东西都抛弃了。所以呢，它不是死神的这种很奇妙的，只是一个终结的一种假印象啦。它其实有更深的层次，它其实命运在推动出，它已经从旧的东西、旧的世界里面的，可能对他来讲是负能量、差的能量低谷里面的这个力道反推他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你就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但他不会很立刻感觉到他要遇到你，在他的世界里，他现在只是刚刚经历了重大的人生的转变，他的心境已经从结束被推向新的境界里了，新的世界了，新的领域里面了，所以很有可能是他这个人正告别了一段感情，那这感情可能也有包括家人或爱情有友情都有这个我们就不拘泥了，反正都是情感上面的，或是他本来有一个长久的生活方式，可能在这个城市，然后他因为工作或是学业或是升学或什么的深造之类的或转换了，所以他跟旧的东西已经不会有任何牵绊了，他必须要把以前的东西都丢掉，他不能再抱着过去的包袱这样，所以他现在他出现在你面前，或是你出现在他视野的
这个当下，他也正好处在一种重生的零的起点上，他已经拥有一个全新的心态去拥抱未知与拥抱新生命。所以在这个转变里面呢，他的灵魂被安排在他在向往着探索什么是新的自己的同时，还找到了一个新的你。好，这个其实用死神牌来形容的话，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力量的靠近啊！这表示他的靠近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翻出的是死神牌的话，表示宇宙有设定这个流程，表示说之前的他的经验、所有的体悟，其实就是为了在这一个新的阶段里面，以一个更完善的自己遇到你。所以他自己应该现在还没有看清楚他到底改变了什么，他也没有感觉到他现在气场的变化其实跟你的连接很近，然后他只感觉到他现在丢下了以前的决心了，要离开以前的这个动能，正在推动他往新的世界，他也非常希望往新的世界的地方前进哈。只是他在这个路径上，他慢慢的会发现说，他其实心里有一些空缺，原来是需要你去补足他。他其实现在还不知道，他后面可能要再遇到你，在他的视野里看到你之后，他才会发现。所以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心里是有一种很强的震惊感，他就会发现说，我一定要告诉眼前这个人，我多么在意他，他的很多的表现，他的各种东西都让我非常的喜欢。这是你出现他的时候给他的一种很强烈的印象了。所以死神牌的能量呢，在这边是一个很真实的新的位置、新的领域的探索，找到宝藏。所以他内心虽然还在这个短暂的这个时间里，他可能还在重复的感受他之前的那一种离去跟失落，可是也因为这些比较暗的能量，反而让他知道自己对于未来将遇到的更多的他觉得很珍贵的东西，他必须要更加的珍惜。这个意念也在他内在不断的发芽，所以当他靠近你的时候，他发现你的存在的时候，你出现在他视野的时候，你的各种表现啊、肢体语言、跟大家的互动啊、眼神啊、各方面的神情啊，对他来讲，他都觉得我想要珍惜的东西出现了。我绝对不会再犯以前的错，我绝对不会再让以前的不好的事情再迁就着我。我现在有我自己的新的世界、新的领域、新的成长，我要去追寻我总算期待已久的，我想珍惜珍贵的东西。这样就是你的出现。所以因此死神牌告诉你啦，命运其实真的推动他从另外一个世界跳了过来。他现在也许正在经历他的蜕变，也许正在经历刚结束的心情的转换，可是他内心的那一个期待应该我觉得很确定会在你出现的那一刻的时候，他才完全被叫醒，说：“醒来了，蜕变已经结束了，重生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下一个命运的阶段了。”然后我们这边看到宝剑二宝剑二其实在这边反而跟死神牌有一点类似，可是方向感不同。因为宝剑二属于一种在挣扎中和选择之中，一直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啦我会觉得。虽然这个人是被命运推向你，但他在真正的开口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的时候，他内心还在经历非常多的挣扎，以及等待自己的挣扎结束。所以这张牌在告诉我们说，他的真心并不是不存在，而是现在还在压着，还在不敢说出来，因为他还在犹豫说，他开口的时候会不会被拒绝，他走得太靠近的时候会不会打乱你？因为宝剑二的能量本身就是一个很压抑的情况，他在压抑他对你的心动啦，所以他感受得到你的存在，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吸引，可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撕开跟打碎他内心的那一个沉默，打碎这个宝剑二的牌。所以这份沉默其实在他心里，他不是冷漠，他是一种自我的保护。他在保护什么？他在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不能在比较混乱的节奏里面就贸然的行动，贸然的往你这边靠近。他怕一切会陷入尴尬，他希望能够再拥有更多的细节。发现更多的细节，发现你更多细节之前，他先想办法，利用宝剑二的能量去隐藏自己内的真心啦。所以，他也许会慢慢的成为你的朋友，加入你的朋友群。可是他在你身边的时候，如果他跟你互动，你会发现说他总是会有一些没说完的话，他都只会点到为止。然后你发现说他其实会对你有特别的关心，可是他却会用一种很淡的朋友的方式包装。他希望你不要太在意，他希望你不要听怎么
想太多这些，他变得离得远远的。他有的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跟你制造话题对话，可是到了关键的语句需要讲到事情的核心的时候，他就会套开，因为他这里宝剑2的这个风能量还没有把它整理完，因为毕竟这个风能量只有到这里，还有其他的能量还没有出来，我们要看看后面的牌，看看有没有再出来一些，它其实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了。可是现在风能量其实告诉我们说，在初步它靠近你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混乱的。可是，在混乱之中，他还是有一种很强烈的理智，告诉他说：先保持距离比较好，免得出错，免得表达错误，免得原本自己内心想的那一个真心，却用错误的方式表达出来，会让你误会。所以他其实宝剑2的在告诉他说，他现在压抑的是他现在心里的那个心动嘛。可是理由是什么？因为他还在衡量最佳的时机啦。他确实很想要马上就跟你表白，他确实很想要就留在你身边。可是他发现这个又近又远的距离虽然很暧昧，可是是现在最安全的一个位置，所以他还在找机会。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死神牌跟宝剑2这两个的结合呢，我觉得你就当作说他是一个从旧的领域里面刚脱逃出来、重生出来的一个人，然后他现在还有一点混乱，还有一点混乱，然后可是命运一直推着他要往你这边走来，所以他必须要在每一步都要很认真的、很怎么讲、很仔细的去确定自己的心意，确定跟你的互动，确定跟你的距离啦。所以宇宙在这种在我们这个提问丢了这两张牌的时候，我觉得它设计的很巧妙。他这边是在说，因为只有当他现在正经历蜕变，他才会知道他在看到你的时候，原来他内心的真心还在。他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丢掉他对人的期待。你出现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原来那颗心还在。他本来以为没有，他本来以为他排斥了所有那一些让他觉得很失望的事情。就像很多人在失恋的时候，就决心了，可能连续的失恋他就决心再也不要经历过爱情。他是真的在他内心感受到他对爱情没有渴望。可是真的那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原来那一个渴望、那一个心、那个对爱情抱持的期待，相信自己还值得被爱的那个心，原来还在。其实他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可是他必须经历什么？经历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蜕变。这蜕变包括什么？我不要了。其实我感受到我不要了。其实这个就是退掉了一层皮了。所以他那时候在你出现后，他才真正感受到说，其实他心里，他眼前的你，其实是能够再把他内心的爱叫醒的人。所以他这一个蜕变之后，有一个新生命的出现，会在你出现的那一刻时候才明确的出现，他还明确的感觉到。所以即便宝剑2的各种的压抑，可是也是压抑不了，或是否决不了他其实内心的那个心又跑出来。只是宝剑2的理智告诉他说，你其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们现在只初步的发现那一颗想爱人的心还在而已。来，我们来从第2题开始。第2题的话，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推动你们两个距离跟关系的一些燃料啊、燃能啊。我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牵引的能量是什么。然后这时候翻开的牌是权杖1跟宝剑骑士，都是有行动力的牌，都是有方向感的牌，而且是烽火能量。我们先用权杖1来讲，权杖1本身就是一个开端，爱情被点燃的一个初始的状况，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像夜晚的烛火、蜡烛上面的灯的烛光这样，没有到这样子，它是一个能够瞬间照亮黑夜的那一个火把。这个能量很强，所以当这张牌在出现在告白的这一个题目的语境里面，能量的语境里面，它象征了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它在暗示着说，第一个爱情的火花已经被点燃了。所以这股能量带着某种创造力，对爱情的路径的创造力，还有创造路径之后的一个往前行的一个行动力。后面的宝剑骑士会再加速。所以呢，这里比较像是宇宙把这个火把交到了这个人手上，他心里已经种下了要不要往你身边再走近一步、再靠近的念头，已经有了。所以权杖1它并不只是冲动的感觉，而是包括他灵魂的那种热情、直觉、身体的一种行动力、感受上，他都已经有要往前行的一个能量。也就是说，他可能最近应该在比较靠近你的时刻的时候，会不自觉的透露他不想远离你，然后他会有跟你更多的互动，可能会多看你一眼啊，找各种话题跟你聊天，或是会突然跟你分享很多他最近注意到的事情这样子。
所以火元素在这张牌呢，占据了我觉得很强的核心。它带来的讯息是说，这个爱情的种子已经被点燃了嘛。然而这个火啊，还需要空气去助燃，所以后面有宝剑骑士。那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爱情，而是一个现在爱情能量已经出现了，必须有人要去接住，必须有人要去把这个开端、这个路径开始行走。如果没有人珍惜这一个火焰出现的话，它就会像烟火一样绽放完之后就消失了。还好它接住了因为这个火焰在宇宙丢下来的时候，需要有人接住，然后细心去呵护、守护，它就会变成一个爱情的路径，然后会有一些很长、很久、永恒的很久的温暖。所以对你而言呢，宝剑其实在提醒你了这份爱情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初心。有点像初恋的、很 pure 的、很冲动的、很纯粹的能量会跑出来，记得不要回避因为这个是四方很多的能量产生的一种推力，把这一个人推到你面前。这绝对不是天上突然掉下来这个礼物，一定要你接住，不是，这不是幻觉，这是一种很真实的能量，各方能量安排好的，要把这一个很好的人跟很好的带有这种很好能量的人推到你面前那我们看到宝剑骑士，宝剑骑士就是加强了上面的所谓的所需要的风能量的行动跟推进，但它其中会带来更多的直接。所以如果我们说权杖一是一种点燃，那宝剑骑士就是一种点燃之后吹油冲出去的力量。所以这张牌带一种快又直白，然后不想等待的一种特质。所以当它出现在告白的能量的脉络里面，说代表对方的心已经累积到某种急切的情绪了。他不想只是停留在想象或是暗示或是在观察这里，他想要直接行动。所以宝剑骑士的能量在风元素里面是一种非常极致的展现行动。风能量原本是代表一些有思想语言沟通啊，或是骑士能量带走一种行动的事件，因此对方很可能在脑海里面已经反复思考过、演练过非常多次，到底怎么样开口比较好。他筛选了很多开口的方式，或是他有可能会就直接在一些很莽撞、毫无防备的时刻，就突然把心意说出来，完全没有什么含蓄或转弯，就很干脆的说出来。这个是宝剑骑士会在这全部的，我觉得在接下来跟之前的牌来说，他这里透露了一种，他其实一直在要告白的边缘里面啦。所以最后有可能会呈现一些小小的鲁莽，可是会觉得很有趣、很真诚、很直爽因为宝剑骑士加强了他内心的那一种发现你之后的不想再犹豫，不想再绕圈子，想要把直接答案放在你面前的，想要直接把答案放在你眼前的这种能量可是这种能量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他很急躁，可是他有一个优点，他的真诚是没有修饰过的因为呢，如果他不被这个能量推着走，这个爱的能量推着走，他其实就不会冒着被拒绝的风险直接站在你面前，因为他足够真诚，他足够相信自己的真诚能打动。所以对你而言，宝剑骑士可能会像一快速的风啦。可是其实宝剑骑士也在提醒你有的时候爱情来得很快，你没接住，或是你有所犹豫，或是你有所推迟，它就没了，它就走了。宝剑骑士是在讲这个，因为这一份直接跟真诚，不有可能只会在一个人身上出现过一次所以我们来看这里权杖一跟宝剑骑士的混合啦，毕竟是火能量碰上风嘛所以一定是那种热情能量会被催促着跟燃烧起来啦。但是在现实的情境里面呢，这位者你看他的互动里面呢，很快就会进入一种对话的转折点，他很快就用一些语言跟表达的时候，立刻让你接收到说他其实对你的喜欢，然后他会再用一种更诚恳、更直白的方式跟你告白。所以风火能量的组合呢，其实他在提醒你说，这个能量会比原本的火能量再更强。然后，但它也需要更高的智慧去调和啦，因为火能量被风一吹都吹得更旺有的时候会失控。可是，在这种失控的状况下，它会转换成一种急切的想要告白的心意，它就很难去思索到底要用什么方法会是最好，所以他就只能秉持着自己的那一个最真诚的感觉去做表白啦。所以总的来说，这一题这两张牌是在说，此刻推动他往你前面的一个力量，有一点点在想要直接把它推到你面前，就直接做告白，其他的东西都不要再想了，因为他内在的心意已经有点被鼓噪的说，我已经知道我不想再等待了，我不想再确定那么多了，我已经离这个人，我已经等待这个人，我已经看到这个人了，我经过了以前很多事情，我终于看到这个人，他是我的光芒，我一定要去跟他讲的时候，他其实现在有一种内在的鼓噪，就是告诉他说，先告白再说。所以他内在的那种真执我说的真诚是那个真诚，真诚一直在让他非常有感的相信他所看到的你
是他可以确定的人，所以他那一个告白的意愿就很强。尤其这边烽火能量的催促之后，他其实对内在的那一个告白的信心很多啦。那我觉得他内在的挣扎比较多的是，不是挣扎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他的能量比较多的地方是，我要的是告白，要把这一份心意告诉你，而不是后面你答不答应或什么的。他觉得这份心意告诉你更重要。所以我们再来看到第3题。第3题的话，我要探讨的是说，这一份要告白的能量，就跟我们前面讲的，怎么4张牌的能量，会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中可能会被你确定到，或是他内心确定了他可以告白了。那我们先排除前面的那一个宝剑骑士的那一个冲动之外，他也会有其他的情境，是他还是希望他能够确定更多的时候再告白。可是上面宝剑骑士的能量比较强，他有可能在还来不及确定的时候就告白，因为前面4张牌都有在讲这件事情，他有可能没办法完全准备好。那我们回到第3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已经在被告白前就已经先被确认了，你的发现或是他的发现。那我们看看权杖4的逆位，他这边在讲说很多东西都会在安静之中被确认，因为权杖4本身代表很多的庆祝啊、团聚的那种欢庆的场景。在正位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典礼的钟声，然后有很多的友情跟爱情会被公开的一种大家祝福的状态。可是在这里它是逆位的话，表示说这一个庆典跟庆祝的热能的火熄灭了一半，它会变得比较更加的私人，更加的低调。这意味着你跟他之间的告白应该会在私底下，不会在人很多的地方。他或许不会在舞会或是在朋友的聚会，也不会在一个大家嘻嘻笑笑在欢乐的一个节日里面。相反的，可能会在人群散去之后，两个人留下来的时候，或是彼此最靠近的时候，还没什么人的时候，最安静的氛围里面，他会在这里找到跟你告白的破口。所以呢，我觉得逆位的权杖是象征的某一种，不算是很正式的确认哈。或许你们还没有意识到那一个是告白。这里要怎么说？就是他可能会用一种类似告白的方式，然后告诉你，他有可能，我觉得因为这张牌权杖4的正位，它转向逆位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很安静啦。可是它本着它原本具有4号的能量，象征的稳定跟基础，是逆位的时候在提醒我说，这个稳定其实未必是外在给的，是你们内心的碰撞。所以它其实内心是很稳定的，只是它进入了一个安静的时刻。所以他在跟你告白的时刻的时候，我觉得它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场景，它可能会在你们两个很靠近的时候，或一些行动或表达，或是一些言语对话，它并不会一定会真的告诉你说我喜欢你，可是你会感觉到说，他其实现在的这些举动跟这些靠近，其实因为旁边都没有人，他会留在你身边，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告白的动作了，然后你们的灵魂有碰撞，只差一点点的语言，然后他可能会说，你应该知道我喜欢你吧，这种比较暗示性的方式来告诉你说，其实他正在跟你告白了。所以权杖4的逆位这里很难解释的是说，他把这一份告白的实际状况变模糊了，他跟之前我们看到的宝剑骑士的状况有点相反。那为什么会在这个状况跟前面的状况出现不一样的场景呢？那就是有可能，看哪一个牌的能量出来之后，或是整个状况先出来。我的意思是说，也许都没有这些庆典，也许都没有这些大家一起集合去参加活动，然后最后留下你们两个的场景，会在其他一些日常的环境里面的时候，结果他也很靠近你，然后他跟你讲话有很多热闹的场合的时候，结果他就突然告诉你就告白了。那个就是前面的宝剑骑士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现象。可是他也会在某种情况，就是权杖4的逆位这边讲到的，就是可能大家聚集之后，两个人散去，或是两个一起去坐车。去坐公车，可是这条路就你们两个去，这个路线只有你们两个，就留下只有你们两个的时候，会在这种很靠近的时刻的时候，他会做一些跟你的对话或是眼神的时候，然后会做一些很靠近的动作，然后你也没有排斥，因为你可能早就知道说这个人对你的喜欢或各方面的，所以他就会用一些很简单的语句或是很简单的行动或是一些关心，让你知道说他现在就在跟你告白。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就是他可能会说，你知道我喜欢你很久了吗？是这种反过来的告白。好，或是跟你说要不要我们明天再独自约去什么地方逛逛，就我们两个人，会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它是一种安静的方式。哈，这就是权杖4的逆位在转换出一种比较极端的反方向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然后结果我们这边接下来竟然又抽到了一个类似的牌，是宝剑皇后。因为宝剑皇后本来就是一种很冷漠、很冷静，可是在这些冷静跟理智之中，其实有在传达出真心的。因为宝剑皇后带来的某种能量呢，是一种眼睛的一种专注跟清明，所以它意味着他这份告白绝对不是那种很浪漫的，不会很冲动的，而是在他心智整理之后，清楚的表达一份很简单的语句，他知道你能够接住，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所以宝剑皇后跟圣杯皇后不同啦，它不是一种温柔的情感的流动了哈，因为宝剑皇后这边在讲她告白的时候，她更注重的是直接、诚实，还有彼此的界限。所以前面我才会说例句可能会说，你知道我喜欢你很久了哈，他会用这种方式是很诚实的，可是又跟你保持某种界限。好，他不想要直接告诉你说我喜欢你，然后希望我们交往，他不想要你去决定一个，他只是用这种好像暧昧的方式去问你说你知道或不知道，然后你可能会回答我不知道，他就会再告诉你说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会有这样子比较淡的、比较轻松的你来我往的方式哈，所以这份告白听起来好像没那么甜蜜，甚至带着有点严肃，或是有点暗淡。可是其实他在跟你这个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整个时空来说，他已经把你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了。所以他突然脱口而出说：“其实我在意你很久的。”像这样子的语气的话，可能不是一种很浪漫的铺陈，可是他也算是他在这些风能量里面已经是最直率的，而且是很严肃的，而且是很认真的表达的方式。毕竟宝剑元素是风能量嘛，它带着很清晰的思绪跟有一些语言的力量，所以在他选择这样子的话语的之中，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很深层跟你的一个互动，只是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一种太过粗糙、太过简单的对话，就是告诉你说我喜欢你这样，他觉得这样子好像少了某些他脑袋已经思索过很多遍的一个语句，他觉得这不是他话说出来的语境啊，他希望有更多的。你来来回回，尤其在后来你们两个人在非常靠近的两个人的场景的时候，他想要把话讲好所以在那一个场景出来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没有办法先准备好鲜花，或是没有办法准备好要去拥抱你啊。所以呢，我们发现可能少了一些浪漫的一些东西了可是对方那一种语言啊，会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用最赤裸的方式把它可能展现在你的世界的面前啦，所以宝剑皇后其实这边在提醒你也许你自己对爱情的告白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想象但是他希望你用一些冷静的心去接受这一份真心因为他可能不会创造出来像电影或浪漫影集这样子会有那种澎湃的画面。可是你会发现当他第一次告白的时候，不论他用什么样子的语境都是很有重量的，而且是很干净的。从这边看下来的话，可以发现说他有一些直率火风能量一直在触动，一直在塑造他的告白的那一个瞬间所以你可能无法预测是哪一个时间点再来，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两张牌的结合了其实我觉得这两张已经暗示出一个告白的场景是绝对不是喧嚣的一个环境，它绝对是一个整个城市巷弄或是两个人独自的一种特别的场景，蓝色、午夜的那种颜色了清晨这些的，黄昏那种很暗淡的的环境场景，不会有夸张的浪漫的语气，但是会有非常有重量的理性的真诚的句子会跑出来。其实这两张牌就已经暗示着绝对不是你能预期的日常生活里的一个状况，它反而会在一种看起来好像有什么句子要冲出来的那一个场景的时候，你发现那一个很坚实的很有临场感的语句就会跑出来。所以其实这两张牌在提示你说，那一个告白的时刻应该他没有排练，他是立刻感觉到就是现在，所以他也没有会去质疑说现在浪不浪漫，这个情况好不好，他只会发现说他现在内在的心意正呼应着整个场景跟整个空间、整个空气、整个灵感都告诉他说现在是最好的。因为现在的好并不是因为整个情况好，只有你们两个人或是什么时间点好，不是。现在是最好的是他现在的心意是最纯净的、最真挚的、最诚恳的，就是现在，因为他现在是最能掌握的。然后这些他会转换成具体的语句，所以那个语句说出来都是非常有力量、有力道的。这就是这两张牌要告诉你的。来，我们现在看到第四题第四题这边要探讨的是说，你们如何认出彼此了所以我题目是宇宙如何让我们在光里面认到彼此所以牌不错也是星星跟太阳牌看一下星星太阳的话，我们直接从星星来说了星星在讲说会在一些迷雾夜晚中然后无法找到方向的时刻，
仍然会有很棒的指引星，会产生一些微光做引路。因为星星牌这里本来就是在夜晚最黑暗的时刻的时候，为有心人送上一个可以引领他走到方向的一个光，一个星空里面的一个最亮的星星。这样，所以当它出现的时候，这意味着那一个将要走向你的人他心底经历过非常多爱情里的迷失啦。也就代表说他人生有走过某种低潮，这个在前面也有讲过一次所以他对爱情是有失去信心的，然后也怀疑过自己是否能够真正被理解。所以当你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在他的灵魂的视野来说，就像仰望星空一样，看到星河，然后里面还有最亮的星星。他突然发现自己不那么孤单，因为他开始相信一定有能够真正理解他的人，也有跟他一样在无数的夜晚里寂寞过的人，所以他不孤单。所以星星的能量呢，在这里吹拂着，让他知道他慢慢的走，不急不躁的就能够走到你面前了。所以你出现的时候，他也会顺着这个能量告诉自己说，其实你的出现就是那一颗指引星，告诉他说慢慢的走近就好了。虽然我们前面有一些冲动的牌，譬如说宝剑骑士这些牌，可是其实他内心里知道，慢慢的走近靠近你，慢慢的观察你在你的朋友，当你的朋友在朋友的最外圈的时候，慢慢的观察你，欣赏你就可以了。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星星牌点出了一个他内心的一个感觉，不会告诉别人的感觉了。也许你们在一起认识很熟了，他也不会告诉你的一个感觉是，他相信你的出现和他会走到能看到你的视野里范围里，都是宇宙安排好的。因为他一直都是靠着自己的直觉去决定很多事情，他相信很多东西在冥冥之中都有所安排，他相信这些指引。所以星星牌点出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在告诉你，他这一个人很相信这一件直觉跟安排，是因为他内心会被这件事情所疗愈。所以呢，星星牌这边告诉你，其实他会被引领过来，并不是因为有一个爱情的悸动在他心里发生了，他并不只是你出现在他的视野里面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全新的心跳，而是他灵魂的深处其实有一部分需要被修补，而你出现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一个修补的机会来了，他感觉到他心中那一个他已经不再相信爱情的某一个部分又被点亮了。你当然不会知道这一个，可是当他开始接近你的时候，他开始用一些他以前没有的温柔的语句跟你说话，跟你互动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用一个全新的自己，用一个全新再次相信爱的自己去付出跟表现出他的爱了。所以星星牌在这边意味着说，他现在有可能正透过观察你啊，靠近你啊，来去寻找你，或是更靠近你心中的那一份光。其实他已经知道你内在有他，可是他想要看清楚因为他现在的现状，因为你的出现，让他更确定他原本内在的爱情其实还在的。那主要是因为是星星牌，所以是宇宙在告诉他说，要再次勇敢，不要失去你原本相信爱的那个能量。所以你的出现确实是在夜空里面、深夜里面最安静的那一个光亮在他眼前，指引他往前行的那一个道路。只是你真的出现在他视野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指引他的能量是在你身上的那个光。再来，我们看到太阳牌太阳牌的光又会比星星牌更亮，可是它照亮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它照亮的是他内心的勇气跟喜悦啦。所以当太阳牌出现的时候，其实宇宙也在告诉他说，黑夜已经结束了那一个黑夜里星空里面指引的那个星星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是要去展现对于爱情的热情、生命力，还有那一份勇敢要赶快拿出来了。星星牌在黑夜里面疗愈着他，然后太阳牌却在未来的路径上照亮了他要行进的路，而且指引他领取答案的路径怎么走。所以太阳牌在这个爱情的讯息里面讲得很清楚了，讲的是他的坦诚，照亮了他的坦诚。所以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张牌，都在讲说他到你面前是非常真诚真挚的，没错，对吧？结果太阳牌在这边又补了一个 buff， 告诉你说他绝对没有掩饰他的真实，他所讲出来的话都是他的真心话。然后他即便没有急于展现自己，他随处都在展现真实的自己，无论是笑容啊、尴尬、笨拙的举动都是真实的。因为你的出现让他发现说，很多他以前的那种故作坚强啊，一些可能的
一些举动，都让他发现说，他愿意用最真诚的自己跟你相处，对你表达，他愿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以这么真诚的方式跟你分享他所感受到的世界，感受到的世界的美好。而太阳牌在这边照亮了他这个东西，其实又做了一个更加的加强，是会比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真诚再更加倍。他的真诚会照亮他所有的细节，好，譬如说像孩童般的纯粹啊，好。这类型的小时候的那一种纯真也会被照亮出来，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份告白有一种很奇妙的轻松的感觉。你会发现，好像他在告白你之前，他就已经找到了完全的自己。他有点像是把自己现在最好的状态送给你，送到你面前，这样毫不掩饰，而且没有复杂的情绪。然后你会发现，这份告白除了告白之外，它还是一个很强烈的、很珍贵的能量的靠近。你甚至会很想看清楚现在眼前的这个正能量到底是什么样、多清晰的这样。在某一个瞬间，顿时你会发现，告不告白好像不重要了，而是遇见这一个好能量的靠近更重要。那为何在告白之前你感受不到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告白对他这个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心灵上的大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契机点，因为他前面也在酝酿着到告白这一个对于自我看见、自我认知的最终的那个位置，他要用告白的方式来去把自己送出去了。所以太阳牌这里也象征某种成功跟清晰的，它会展现在你面前。因此，我觉得太阳牌在这边出现，代表说那个告白的时刻，其实决定了很多事情。除了决定了你们的关系的会变化，另外一个是也决定了他已经走入了全新的领域的一个确定。他本来就会走出一个全新的领域，可是太阳牌出现的时候，发现他走进的是一个全新的正能量的领域，连他自己都很惊讶，他会有这样子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星星跟太阳牌的结合，其实他就在讲说夜晚与白昼啦，已经都相对应的完整了。好，那为什么不是月亮牌？因为月亮牌讲的是另外一个未知。好，星星牌跟太阳牌组合比较像是白天跟夜晚啦，因为这两个都像是指引的方向，一个是使用在白天，一个使用在夜晚。而星星牌带着的一个跟太阳牌不同的地方是，星星牌有疗愈的功能，有疗愈的功能，而太阳牌给的是勇气。所以在这样子有疗愈、有勇气的方向的时候，他到最后决定要跟你告白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在灵魂是完善的，是修补好的，而且还有全新的能量的。所以他到你面前告白的时候，他能展现出几乎100%真实的自己，应该就是100%真实的自己，因为这个牌实在太好了，它是大牌而且他内心有像水一样的柔和，然后也有太阳牌一样的炙热，所以你几乎不需要怀疑他给予你的有任何缺角，或是你需要再互补它，反而是他带来这个力量，你还有可能会想依赖。所以最后星星跟太阳牌共同要告诉你说，这是一段不容易消逝的一个情感了，因为他从很暗的地方准备了许久，再到明亮的地方跟你展现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一个核心，能让他引领他走到你面前的，其实还是你自己本身的光。虽然你可能因为他这个能量来，你会很喜欢、很依赖，可是最后你要相信，其实还是因为你本身内在有一个纯粹的、真实的自己，才会找到真实的他。所以宇宙有时候这样子安排，我们还是要换不同的视野来看啦。其实都是两个好的能量的对齐，只是因为发生的事件看起来好像他跟你告白，他好像处于一种比较弱势，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看成说，告白只是一个事件的发生，就像我们常常讲的一个特别的事件的发生。可是让你们两个遇见，才是真正的核心和整个宇宙想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这里呢，看到第5题他这边已经讲到可能告白之后了告白之后，如果你接受了你们两个接下来的互相给予各方面会怎么样子展开两个人的关系。那我抽到的第一张牌是金币6金币6暗示了你们两个是一种平衡的互相给予。其实我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中就一直很期望是能够抽到金币6，结果还真的是金币6因为这张牌代表着你们两个初期遇见的时候是一个高度平衡的状态，而且是互相给予互相给予、互相分享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爱情的脉络里面金币6意味着对方会带来一种补足感，你可能会在失落的时候他会给你鼓励，也可能会在你困惑的时候给你一些明确的方向。其实这并不是因为他比你高一阶或比你厉害，而是因为他明白两个人爱的核心是愿意分享彼此内心的光芒所以这份光在实际的分享的支持中
譬如说他愿意跟你分担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啊，在你心情低落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陪伴啊。孤独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所有你能选的人里面，只有他不用你去选择，他就一直待在你身边。所以金币六也含着一个重要的提醒如果这份爱情的开始，或是一开始在磨合的阶段的时候，如果失衡了就会变成那个情况，就变成一个人只给予，一个人只索取啦。所以金币六要告诉你说，其实这份感情不会落入到这个状况，而是你们两个会互相给予。我们一开始就说了，金币六只要一出来，就会呈现一种高度的平衡跟互相给予。如果我们第二张牌抽到的如果是金币二的话，它这个还会被加强可是我们没有抽到，我们抽到的是宝剑八。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后面说什么。而且金币六出现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分享自己的真心的状况。所以对你来说，这一份告白之后，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感觉，就是它会让你感受到你因为之前的爱情的失败，会开始害怕接受一个新的爱情的进来，或者想要接受一份爱情的进来，必须要先让自己坚强这样。然后可是金币六出现在告诉你说，不用太担心，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会让你达到那个平衡，你不用特别去付出来维护这个爱情，你也不用特别去坚强来保护这个爱情，因为这一个互相的给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的灵魂会自愿自发的想要达到这个平衡，你们会享受互相给予的那一个幸福跟快乐啦。因为金币六出现的时候，其实宇宙在告诉你说，你们这一对能量的相遇已经达到某一种很强烈的循环。这个循环代表什么？你给他，他给你；你给他，他给你；你给他，他给你，而不是你给他，他还你。他给你，你还他，不是，这是你给他，你给他，你给他的，一直无限的分享，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你们两个会达到这个状态所以金币六也在告诉你了，当他出现之后，你的人生就再也不会感觉到你是孤军奋战的。然后你也不会想要让他觉得他是孤军奋战的，你们两个会有一种很高度的共识，互相支持，然后呼吸着共同的空气。再来宝剑八还是要提示一些小东西宝剑八在提示你们内心还是有一些恐惧、怀疑跟自我设限对于这份爱情如果像上面的金币六这么美好的话，其实心里还是会产生某些恐惧、怀疑跟自我设限的一个状况。这个很人性、很正常因为宝剑八是一个很典型的心被捆绑住的一个能量。不是因为对方的出现会让你觉得在爱情里面会窒息啦，而是因为你在自己的心里面还背负着过往的一些阴影，它会重蹈覆辙，看很多东西会再重现这样，所以也会让你想到说，你以前在之前的爱情里面的失败，其实常常是因为自己付出过多，或是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太多，然后有点太习惯自己在爱情里面其实是没有依靠的，只是为了不想要失去努力的维持这个爱情这样。所以当这份爱情在出现的时候，宝剑八的能量就跑出来了，你会告诉自己说，我是不是又要做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又要在这感情里面窒息了？所以宝剑八其实在象征说，这些带来的一种纠缠的思绪它停止，它在提示你说，真正的限制其实都不是在外部的，而是我们脑海中一直反复思考那些恐怖的过往的情节啦，然后一直在反复的问自己说，难道我还可以被爱一次吗？我还有价值吗？我之前付出这么多，可是仍然被抛弃，仍然没有被珍惜。那我要在新的爱情里面还能够再依赖吗？那这份让我相信爱的这一个价值，它还一直在吗？这些内容会一直在脑袋里吹乱你啦。但是要记住宝剑八并不是一个绝境，那一个蒙住双眼的布条其实是松的，它没绑得很紧其实它有一些出口的，它其实在告诉你说，当爱情真正来临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会靠自己伸出双手把那个布拉下来，然后你也会知道，其实在那个布里面有一些缝隙，你可以看到外面的光。其实他在讲的是，其实宝剑八其实在讲一件事情是，当你认真的看重自己，不要被过往的很多事情拘泥捆绑过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一块布和手上的东西都没有真正的困住你，唯一能解开自己的是你内心的那一个恐惧，你要把它释放出来，你要不要再拘泥那里，你要跨出到新的位置。所以这段感情在这里宝剑八的出现其实是一个疗愈的讯息，他在告诉你说，你将遇到一个人，让你想要再去看见爱情会再发生一次，那些你以为的以前的枷锁会在这个人出现之后被软化，会被松开的。你只要相信。然后宝剑八的出现是在提示你说，你仍然会有这些困扰，但是你记得要相信，新的人、新的世界、新的时间、新的爱、新的温柔，跟以前是绝对不一样的，要有这份相信
所以我们在看到金币六跟宝剑八的结合了哦，其实这两张牌是在讲的是，你只要能够把自己交出去，能够分享，我们就能够交换出我们在爱情里面的绝对的自由。再加上这一个人绝对不会捆绑你，绝对不会像之前的爱情一样捆绑你，他绝对不会再让你陷入宝剑八的困局里面。所以当这个人出现跟你告白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个是宇宙给你的新的机会、新的领域、新的世界，脱困，从过去的一些拘泥的环境、拘泥的情绪里面脱困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哦，所以这两张牌其实在告诉你说，要做一个心灵的解放。哦，因为土能量有出现，它让你知道说未来的路踩下去的基石是稳固的。其实宝剑八它虽然是一个捆绑的意义，可是宝剑八仍然是风的能量。风的能量会带来什么？带来自由。其实这两个能量是在告诉你说，接下来你会有一个稳固的未来，而且你能够绽放自由。所以不要害怕。记得在很多重要的时刻的时候，如果你又回到以前拘泥以前爱情的不相信的时候，记得相信眼前的这一个人，相信眼前的这个人能带领你到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位置。好，那这就是第5个题目哈。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到第6题，最后一题哈。那再来第6题的题目就是这段爱将如何在时间里面成型？其实就是要做一个收尾了哈。其实，我当初设定的时候，我没有设定说是告白前还是告白后的，我只是在探讨说爱情的成型的一个状况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说到了金币骑士还有金币国王，很特别，一个正位一个逆位，所以它有一些冲突、一些现实的状况，我们来探讨一下它怎么收尾哦。金币骑士的话啦，其实我看到的是说，他仍然这个人出现仍然是一个脚踏实地的靠近。他可能因为前面还有记得前面还有宝剑骑士对不对？然后这边竟然有金币骑士，因为我们在问了这么多题目的时候，要看他的题目怎么说。而金币骑士出现在爱情成型的状态，所以他可能会在告白之后，他会把你带领稳稳的带领你到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成型的那个状况里面。所以这张牌代表他在跟你告白之后呢，他会不急不躁。虽然他一开始告白的时候，他不是那种最浪漫的、最冲动的，也不是最甜言蜜语的，可是他会在告白之后，无论你答不答应，他都愿意搭在你旁边，用最真实的行动让你知道他是会默默的待在你身边的。他不希望总是用语言来表达爱，他希望有更多的行动。这个就是金币骑士会带来的一种温柔啦。然后土能量又带来某种稳定跟养分，还有落实他的爱的一个能力。所以代表呢，无论告白前后你们关系是怎样，他都仍然会用一种扎实的稳定的脚步待在你身边。也许他被拒绝了，你拒绝了，可他还会再花更多的时间去扎根，去耐心去经营你们的关系。未来再一次，也可能会再做第2次的告白。但是如果你接受了，你会发现他在未来里面，在告白之后，他确实有在实践他所谓的他的爱情的价值观，而且他就没有那么急躁了，他就慢慢的在生活里面陪着你，陪着他，两个人一起成长，建立累积两个人爱情未来的一个基础，然后再慢慢的进阶。这个就是金币骑士会出来的他有方向，他有步伐，可是他是缓慢的，是扎实的。所以再来金币国王的逆位出现的时候他在提示你说，你们两个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小东西的失衡，可是但是仍然还是有掌控力，因为是国王牌的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它的一个现实问题可能会出现在他在告白之前。就是他会因为很多现实的事情做考量，然后他还考虑说自己够不够稳定，能不能给予你幸福啊？以后你需要帮忙，说他能不能真的给予一些很重要的帮忙这样子？然后他会开始担心说未来的那些不确定性，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把它接住？这样，毕竟是逆位的金币国王嘛，本来某种的那种双倍的安定变成一种不安。然后是一种来自现实的一种压力感，所以他心会某些时刻被困住。可是金币国王这边出现，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坏事啦，因为逆位常常是一个过程，修炼过完之后，就会一些加倍的好事会回来。所以金币国王的逆位只是在告诉你说，爱情这件事情不能只是依靠物质跟条件的满足来去衡量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而是我们要着重在其他位置，譬如说新的交流、水能量新的交流、火能量两个人未来的方向感是否一致，风能量两个人的沟通是否完整，然后这些东西都需要两个人彼此展现出真实的温度。所以当金币国王逆位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在问你啦，
你愿不愿意在不完美的状态里面，仍然相信你们两个有其他的机会跟契机，还是可以往未来一起走过去？他在问的是你是否相信啊？所以金币国王的逆位，他并不是告诉你说一定会失衡，而是他在提示你说，如果失衡了，不如你预期的时候，你有没有持续相信当初这份爱出来的时候的那个光芒？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重要性、你的价值，你有没有持续相信你是值得被爱的？还是这些事情逆位的时候出现那些坏事，你就立刻觉得说一切我就回到过去了，那我现在就直接不要了，避免那些坏事会发生。他在提示你说不要讲，因为这已经是我们刚刚讲的新的世界、新的领域，我们要持续相信眼前这一个人。好，他其实这边在做这个提醒啦，所以其实土火能量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炼金跟调和的能量啦。好，所以为何说有火能量？因为是骑士的能量啦。好，骑士的能量有一些火能量了。其实他在讲说，即便现在整个状况，感情里面可能会感受到爱情，两个人生活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好，可是要记得，他这份压力不能压抑着对于爱情出现的这一个两个人关系里面那个自由的感受啦，也要相信说，即便有一些状况发现不如预期，或是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沟通到，然后两个人关系有一些些微的失衡的时候，记得要仍然相信说，你们都有力量去做调整，去做调和。要先相信，而不是遇到问题就把以前过往的一些不好的例子拿来加注在这一件事情，证明在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就立刻就逃掉了。不需要因为每一个爱情的出现都经过了非常多的安排、规划跟累积，宇宙的安排，他自己个人的能量的累积，过去的经验所给到的启示，才会再让你们再遇见，才会让你们在一次告白之后决定试看看要在一起，不要这么容易去放弃。其实金币国王的逆位在讲这件事情，失衡有的时候会出来，可是要一起面对。其实这两张牌在讲的是某种慢慢的往未来走去，然后会经历一些内心的考验啦。金币其实代表说，他会带领你，或是你们两个一起并肩的往未来走去，无论是告白前或告白后，他都会给你这种安心的感觉。然后金币国王则是告诉你说，那些可能会出现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我们可以一起携手往未来走去，然后突破那个内心的不安，然后慢慢的建筑自己的路，然后建构出来两个人关系的时候，记得要回头去珍惜，好好珍惜你们已经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这样。所以这两张牌其实在讲说，这份关系走了多远，其实还是一份坚持，因为他希望让你明白说，在爱情里啦，不是要等到一切都完美了才要开始，而是在有缺口的时候，仍然去愿意跟坚持，去相信可以修补，可以调和，这才是一起在一起的意义，不然为什么要选择在一起？一起是有这个意义的，而不是谁去满足谁，谁没满足谁，另外一个就在心底慢慢的扣分，扣分到最后就直接提分手，扣分到就直接回避，而不是在这整个过程里面用风能量去沟通，用火能量去真实的坦然的表达自己，用水能量去感受整个爱情的直觉还在彼此之间流动，相信这份爱还存在着，然后用土能量去创造两个人的未来，去在生活里面去创造那些甜蜜，去创造那些信任跟稳定。要相信这些，而不是只要一有缺口，很多牌一逆位的时候就逃避，就觉得以前的过往会再次重现，然后就逃走了，不是这样。其实这里土能量在告诉你说，要记得告白的那一个瞬间，就是决定所谓的一起，两个能量在一起的时候的意义是什么。即便当下你没有答应，但你还是可以再给一个机会，再看看他能不能达到，或是能不能做到你要答应的那一刻。也许你会发现，他只是比较慢的、比较迟的把他的好展现出来，让你相信，只是晚到了，不是没有。所以呢，总结来说，相信现在的你跟未来的你，跟相信未来的爱情跟以前绝对不同，这个理念要存在着，不然我们会把自己一直永远封锁在宝剑八的世界里面，会很可惜的，因为不是好的能量随时都会被宇宙推荐跟推出，
推到你面前的，不是每天都有的。记得好的能量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用很好的视野跟宽广的心来去好好的欣赏眼前这个人。好，那这就是3号牌。好，那很长哈，再讲到这里，有很多的讯息，你可以自己再整合一下。然后谢谢你来听哦，好，祝福你。